这个小女孩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还吃不饱饭，甚至还被姐姐夺走了气运，之后惨遭抛弃雪山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小女孩乃锦鲤转世，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永昌16年，大昌国最北边大雪整整下了1个月，此处早已是人烟罕至，却有2匹马在雪中飞驰，因为风雪太大，马再也跑不动。行了，就随便丢在这儿吧。我们都走了200里路了，再远都要翻山了。我还是有些不忍心啊，这毕竟是……行了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快丢了，我们还要赶回去投诉。这么冷的天，可真是要冻死人了。没多久，砰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被丢在雪地里。2人看也不看一眼，搓着手匆匆往马上走。这时，王传富和王传满兄弟俩正垂头丧气在路上走着，忽然听见不远处一阵马蹄声，2人没来得及反应，快马就从2人身边疾驰而过。2个人踉跄几步，就见那马停也不停一下，立刻走远了。四弟，你没事吧？没啥事，穿的厚实，雪也厚实。大哥，我们快走吧，这天越来越冷了，说不定天黑前还得下一场大雪，还是赶紧回去才是。此时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雪，兄弟俩也没顾得上遮雨。结果他们走了没多久，王传满的脚下忽然踢到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个包裹。不会是那2人丢的吧？看他们跑得那么快，说不定包裹就是从马上掉下来的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？我们又没马，追不上他们呀。先带回去给村长，等雪化了再说吧。我们自个的事还没弄完呢。2兄弟一边说着，一边去捡那包裹，结果一扯，里面的东西直接滚了出来。包裹里面竟然是个衣着单薄的孩子，看起来也就2、3岁，像是虚弱的看了一眼人间，亮晶晶的眼睛还没多显露，又很快合上。怎么是个娃娃呀？真是造孽啊！快，赶紧把它包起来。大哥，这娃娃的脸咋这么红烈？是不是热着了？怕是要坏，这娃娃是发烧了。二表叔家的那个小侄儿，去年就是这样发烧给烧没的。走，咱们赶紧回家去，让老娘看看。王家后生，你们这是逮着好东西了？没有，我们在外头捡这个娃娃。啥？你们这是饿疯了，连娃娃都吃？这可不行，咱们村可没这个规矩。他可是知道，有些村子里的人在雪天里饿疯了，已经开始吃娃娃了。他们村可不能破这个理。不是，胡老太爷，这娃子发烧了，我们得赶紧带回去给老娘看看。要是胡大夫在就好了，也能给看看。王家老大，你们这是捡到男娃娃了？你们家男娃娃还嫌少啊？这是个女儿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做的啥孽力？赶紧丢了！女娃娃捡回家做什么？赔钱货的脸！你们家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咋还捡女娃娃回去？你老娘非得被你给气死不可！蒋大花，你那张臭嘴再不给老娘闭上，老娘就拿大粪泼你嘴里去！什么晦气玩意儿！赔！你怎么没把你们老蒋家给赔到祖坟里去？老大、老四还在那杵着干啥玩意儿？给老娘滚回家！把这小娃娃给我。娘，我们这次出去没套着什么东西，这雪太大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不靠谱，等你们套东西回来，你娘都过完头七了。捡了娃娃不知道快点回家，跟那些个玩意儿扯个什么？一个个不省心的，做好事都做不完满，亏你还叫传满，蠢蛋子！叫老三媳妇到我房里来。咋，跟着老娘要奶喝呀？干活去！吃饭的时候一群饿死鬼投胎，干活的时候没见你们动弹。你娘今天又是吃炮仗了，火气这么大？不是，娘是担心那个小娃娃，这天太冷了，可不得精细点。啥娃娃？这雪天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是不是要开窗？咋不把你脑门子开个窗？操心玩意儿，去一边去！二娃子，去看你爹把胡大夫找来没有？长得倒是壮实，做事磨磨蹭蹭，娘们唧唧的。阿娘，奶奶，这个娃娃好像醒了。这个小女孩睁开了眼睛，王家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哪里是人能有的眼睛啊？黝黑的瞳孔里
带着一点点很浅淡的金色，说不出的漂亮，却又带着点诡异。哇，这是仙童才会有的眼睛吧？好漂亮！奶奶，我们养着它吧，以后我少吃一口饭，不，少吃半碗饭。我们养着它吧，我也少吃半碗，留给妹妹吃。你怎么知道是妹呢？这么好看，肯定是妹妹。村长家胡三宝的妹妹都没这么好看，哈哈，我们也有好看的妹妹了。娘，给我养吧。我昨个做了个梦，梦里就有这么一个孩子，说是上天可怜我，送给我的。阿娘，娘在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大夫说了，你要多躺躺。像，太像了，真像是梦里梦到的娃娃。娘，给我养吧，就让我试试。养，不就是个娃娃吗？我们老王家就没有养不活的娃娃。夜深过后，老王家仍然奢侈地点着灯，几个媳妇轮流守在床边，时不时摸摸娃娃的额头。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娃娃的小手指动了动，发出一道肉眼察觉不到的光光。多多，醒醒，醒醒！多多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在一个明亮无比的地方，这里有很多吃的，还有很多厚厚的衣服。哇，多多，这是你的空间，是你的意识世界，你心中渴望什么，这里就会出现什么。我是你的专属陪护员，来自宇宙。哇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你知道吗？我是小精灵，可爱的小精灵，我是你的玩伴，陪你玩哒。你真的是来陪多多玩的吗？嘿嘿嘿。此时多多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一堆高高立起来的馒头，还有一个有热气的包子。小精灵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小崽子智力好像被压制了，明明都4岁了，看起来才2岁的智商，身体也才2岁的样子，瘦得可怜。喂喂喂，这个是你幻想出来的，不能吃，也吃不到。可惜多多根本没听进去，径直地向馒头走去。小精灵还想再教教小崽子怎么使用空间，整个空间却轻轻晃了晃。下一刻，多多就被传出了空间，从床上醒来。都怪你，把妹妹都摇醒了。我只是想摸一摸，看妹妹还烧不烧了。妹妹，我是你五哥。多多有些懵，为什么自己忽然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？为什么忽然又有一些人说是自己的哥哥？事实上，等到多多醒过来，已经过了2天。说来也是巧了，多多来到胡家村的当天，一直连绵不绝的大雪就停了。此时村广场上艳阳高照，村里那些家里衣物不多、不敢出门的人家，也能出来暖和暖和。咱是捡了个福娃娃，你看他一来，太阳就出来了。哼，你咋不说是灶神老爷去天上求情了呢？下雪不下雪的，不是老天爷的事吗？关个娃娃什么事？你们还是早早趁着没有下雪，把娃娃送到义庄上去，是福是祸，让他自个儿扛。你们养着算怎么回事？没得带个人来，拖累自家。你们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吃你家米了，还是嚼你家糠了？要你在这嘴碎，灶神老爷上天的时候，是不是忘把你嘴给割了带上去？怕是天老爷看到你这张嘴，都嫌晦气。我这不是为你们家好吗？你咋还埋怨上我了？嘿，我也为你好，把你家米面给我搬来，我替你吃了，免得你一天吃饱了撑得慌。懒得和你废话，我回家看孙女去。王老太刚好跟人吵完一架，看到几个孙子挤在他的堂屋里，顿时火气又上来了。让你们不准打扰妹妹，把老娘的话当耳边风是吧？你们给我过来，一个个屁股不给你们打开花，你爷爷的名字今天就倒过来写。奶奶，别打，别打，妹妹醒了，也不烧了。好孩子，你醒了，你想吃点什么呀？馒头，吃馒头。看着众人反应，多多感觉眼前这些人好像不能给他吃馒头。他吞了吞口水，用另一只手悄悄捂住小肚子，然后说：多多，不饿了。孩子，家里没有馒头，阿娘给你熬点汤，鸡蛋汤，好不好？刘氏看向王老太，见他点点头，当即就转身朝着屋外走去。
我吃饱了。阿娘，你们吃。小妹妹，我们早就喝饱了，你多喝一点，长得高，长得快。孩子，你赶紧喝吧。听着大家说的话，多多又把碗端起来，珍而重之的喝完了。他趁着大家不注意，摸了摸自己鼓起来的肚子。完了，怎么会有这么穷的地方？这么穷，别说是养活小娃娃了，就算养活他们自己都好困难。唉，你现在连空间都不会用，只能我先出手了。这娃不聪明，捡娃这一家也是不省心啊！我这可怜的灵力还不知道能糟蹋多久呢。小精灵说完，他控制着灵力向四周飞去。突然间，野猪像是着了魔似的，从四面八方飞向坑中。赶紧都散了，不做事了吗？乖孩子，你叫多多是吧？嗯。以后我当你阿奶，好不好呀？好呀。多多，你和我彼此有感应，知道我的位置，赶紧带着你阿奶过来。阿奶，你跟我来。咋了，多多？阿奶，你跟我走。好。多多，你带阿奶来这里做什么？小娃娃，你这新家太穷了，让你阿奶赶紧看看坑里。我不出手，我怕他们全家都过不了这个冬天了。阿奶，你看那边。那边有什么呀？啊！什么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老头子，老大，老三，老四。哦，哎呀妈呀！怎么这么多大野猪？这天天上山，连个影子都没看见，这怕不是做梦吧？好家伙，这怕是得有超过10头了吧？这冬天有了它们，怕是好多了。咱们先把这些拉回家再说。哈哈哈！我听阿娘说，这些野猪是多多带着阿娘找到的，去晚了，估计就轮不着我们家了。这还是多亏了多多啊！看来咱家真是捡了个福娃娃。爹，这么多野猪，咱们怎么弄啊？你傻呀，都嘎了，以前怎么弄，现在就怎么弄。于是几个儿子就开始埋头苦干，嘎起猪了。你走来走去干啥？我只是在想着老王家，他们家那么多人，孙子又多，冬天本来就难挨，这再多个丫头片子，那还能活得下去吗？你管这些做什么？还嫌那老婆子没把你打够啊？我们老三不是说不回来了吗？家里的粮食称一称，倒是能过冬，总不能饿死。那倔驴子肯定见不得家里谁给饿死，到时候别把他自个儿给饿死了。前年夏天，老三差点没了，还不是他。行了，烦死了！你想送东西你就去送，反正到时候咱家挨饿，也先饿死你个心大的。唉。张倔驴，蒋大花，你是不是皮子又痒了？老娘现在有空，你过来。老娘懒得跟你扯，袋子记得还给我。还有，这算是借你的，你开春得多还。王老太狐疑走过去，提起袋子一看，看到里面装的是一袋谷子，每碾成米，约有10多斤的样子。东西拿回去，你是瞧不起我怎么地？我们王家还没饿到这份上。你们家几斤几两当谁不知道呢？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！你们家可有5个，你倒好，还捡个丫头片子。你给老娘闭嘴！老娘今天心情好，有的是力气收拾你。哎呦呦，这是闹什么呢？这个天还不知能请几天，可省省力气吧。是不想过年了？胡老太爷，你老人家是出来晒太阳的，怎么走到这头来了？这虽说有几天晴着，山里的雪可还没化，你还是别进山了，小心摔着。我看这天怕是晴不了2日，雪还有的下。原来林老太爷带2个后生是挨家挨户送粮食来的。我跟柱子那头商议了一下，这雪一直不化，去镇上的路也险得很，就和几个族老凑了点粮食，各家困难的都分一点，好歹度过这几天。去年饿死了10多口人，我看着心疼啊。旺子，你来的正好，
把你们家的粮食领进去。你们家又捡了个闺女，怕是粮食更不够吃，这一袋算多不给你的。听说了胡老太爷的来意，他扭头看了一眼王老太，王老太自然知道他的意思。你是当家的，自然是你决定。喂，张驴子，老太爷都给你们家粮食了，这是我们家的，你还给我，我还不想饿肚子哩。去，哪有说好借了还收回去的？借我粮食是你的福气。这可把林三婶气个够呛。不过很快林三婶就不气了，因为老王头把他和胡老太爷都请到了王家院子。大家看到那摆满一整个院子的野猪，人都傻了。这是我们家多多发现的，我们自家就留300斤，其余的你看看怎么给大伙分一分。多多是谁？哦，忘了说了，我们捡来的娃娃取了个名字叫多多。什么？那不就是个抱怀里的奶娃子吗？咋能找来这么多野猪？他们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了，也是村里受接济最多的。心高气傲的王老太不常要他们的接济，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不需要记住那些恩情，哪怕是半两肉，也可能救下一条命来的。救了人，不也是给这娃娃积了福气吗？蒋大花这袋子算是多多挣来的，这点东西你们也别惦记，磨了米出来都给他煮粥吃。可怜的娃连想吃个馒头，家里都给不起。阿奶，你别不高兴，等我长大了，给阿奶吃很多很多的馒头。好，阿奶的好娃娃。按理说，我只算是林氏家族的族老，不该做你这主位的，今天就厚颜做一做。没有，我们来林家村你也帮了不少，我也不会说话，我们要不就说说怎么分这些肉吧。好，今天大家伙都来了，你们也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就是老王家的小孙女，叫小娃娃叫多多。对，叫多多。这个娃娃福气大着呢，院子里的东西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怕是没有1000也有800斤了。按旺子的意思，他们家自己留个300斤，我的意思是给他们留400斤，其余的各家各户先都分上1斤，再看哪家缺得很的再多分上点。咱们几家算是村里好过些的，若是爱吃这肉，可以和村里人商议商议，1斤肉换几斤粮食。这肉不是解馋用的，是救命用的。你们都得记住，这肉无论怎么来的，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老王家给的。得了肉的，要记得人家的恩，若是有哪家嫌少，或是眼红人家的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可还没入土，煮几个人出足还是做得到的。很快，大家就商量好了具体的章程。整个村子并不是特别大，人口也不算多，各家各户什么情况，他们全都清楚。接下来就是通知各家各户来拿肉。大家伙听说是老王家送的肉，都动容不已。老王家是他们村里最穷苦的，居然还记着他们的恩，没自己独占着。老王家人口再多，需要得着400斤肉吗？才给我们1家1斤，他们就400斤。你他娘再说一句，把你家这份也给收了。看什么看？你不服吗？那要不要我替你问问老太爷他们怎么说？族老们早就说好了，谁觉得不服气的，肉留下，人出足。好家伙，全部野猪加起来足足3500多斤，3000多斤肉，老王家留了400斤，各家先分了1斤，又给格外缺的那些人多给了几斤，结果还剩下1000多斤的量。林老太爷就直接给各家再添了10斤，这一下是真的没人有怨言了。第二天，难得的是一个好天气，王老太和多多正在院子里面晒着太阳。此时，村长媳妇走了进来。哎呀，这就是咱们的小福娃吧？多多，这是婶婶，是村长叔叔家的。婶婶，呵呵，真乖。王家婶子，昨个太晚了，所以今早才来。我们那只羊产崽了，只挤了这些羊奶，你们拿给孩子喝。产了几只小羊崽，这只小羊崽就给你们家吧，虽然不大，用来给孩子煨个汤，还是能吃上2、3天的。你叫多多是吧？谢谢你啊，你真是我们的小福星呢。村长媳妇把东西留下就走了，也没多待。王老太把羊奶给了走过来的冯氏，至于那只小羊崽，瘦巴巴的，站也站不稳，
也就3、5斤重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这羊先给多多贴身挨着，好歹没死，也算有个暖篓子。等死了再拿去给多多炖汤。一个小崽子又带个小崽子，那羊崽子看起来也活不成了，大约就是今晚的事。不过有这万灵水，以后可以靠这东西给小崽子续命呢。老人们预料的没错，大年29那天，一场鹅毛大雪又来，这雪比之前任何一场雪都大，沸沸雪。多多，你可别再喂它了，这水可珍贵的了。小羊，你去哪？多多，你还没穿衣服呢，外面很冷的呀。可惜，不管小精灵怎么喊，多多都没有理会，他只感觉到小羊不见了。小羊现在是他的伙伴。你赶紧回去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多多，就是那个方向，快快快，有人需要你的帮助。多多正准备离开，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阵轰的巨响，有什么东西从高处落下来了，砰砰砰的几声，连着石头一起滚落下来。多多，快，那边掉下来一个人。来不及叫人了，你快给他喂一点灵水。不行，不认识的人不能给水喝。阿娘和阿奶他们都还没喝过，你得救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很重要，就是会对你阿奶和阿娘很好的人。突然间，山上又是一阵巨响，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的又滚了起来。完了完了，又雪崩了。此时，山上又有石头和积雪一起滚落下来，多多和那人一起被埋在了里面。大石头中间的缝隙成了2人唯一的生存空间。还睡什么睡？你赶紧去外头看看，是不是出啥事了？老婆子，你又在发什么癫？发癫，发癫！就你一天会胡咧咧，你赶紧去看看，我心慌得很，是不是出啥事了？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多多，多多！你们看，那是不是多多妹妹的脚印子？大家一看，可不是嘛，那地上可不止一串小小的脚印，看得出来是小羊的，还有多多的。这孩子怕是看到羊跑了，就跟着追出去了。老天爷，这么冷的天，他这身体怎么受得了？多多，多多，你在哪？大家一起出去找，但是不管找没找到人，最多跑出1里地就得回来，不能跑远了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会看好弟弟们的。这时，村里其他人也听到了王家这边的动静，得知是小多多不见了，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寻找起来。多多，多多，你在哪里？这时，整个山下都回荡着村里人的喊声。没多久，大家就发现了一处异常。妈呀，这里雪塌了！难怪我说怎么那么大的动静，没人住在这边吧？我们找了半天，多多会不会？多多别怕，别怕，阿娘来了，阿娘来了呀！你干啥去？我回去拿锄头，我闺女还在里头呢。当家的，这个给你。你也跟你爹去，这个天洞人，怕小娃娃在里面坚持不了多久。快去，别磨蹭。我们力气小，就在旁边搭几个火堆，给大家去寒。是了是了，下雪没有化雪冷，有火堆反而暖和点。家里人还醒着的，都叫出来吧，这里有火堆，还暖和得多。家里孩子留着我也不放心，这里也不可能走人的，干脆都叫过来吧。昨晚上的野猪肉是真好吃啊，我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野猪肉。这下子，其他还有一点犹豫的人也都不犹豫了。所谓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他们可都是成了那孩子恩的。很快，
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，中间的地面上直接就燃起了几个大大的火堆。2个时辰后，在村民们的努力下，山脚下的积雪也被清理的只剩2块大石头了。多多，多多，你到底在哪呀？阿娘，阿娘，还真是在这里。孩子没事，快把石头搬走。多多别怕，爹在这里，爹来接你了。众人刚挖到那块大石头，扒拉开缝隙的积雪，忽然就听到一个巨大的轰隆隆的动静。整整持续了1刻多钟，大家动也不敢动，全都吓傻了。这时又雪塌了，而且听声音还十分不一般。雪又，你好好说话。雪塌了，我们村子全被埋了。要不是我们出来找多多，现在怕是已经……王家这娃娃是有大福气的人啊！幸亏大家都在这里，这里刚雪塌过，反倒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刘氏，你别挖了，你的手。没事，我还能坚持。突然，最前面徒手挖的刘氏一手掏空，缝隙挖通了。阿娘，多多别怕，快过来，到娘这里来。你这是要吓死娘啊！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啊？阿娘，多多错了，对不起。好了，老四媳妇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里面还有大叔叔，还有大洞洞。里面还有人，快，再把冻土挖走，把人救出来。我爹还在家里，他腿脚不便，这雪塌了，他往哪躲啊？我得回去救他。我家人都在，可我房子塌了，一家子人住哪儿？老天爷，你干脆把我们直接埋了，冻了，何苦折磨我们？行了，在这等到天亮，现在跑出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没听到雪塌的动静吗？要不是刚好出来救王家的娃娃，你们现在有机会在这里哭，怕是奈何桥都过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都安分点。幸存的人心里是后怕的，他们下意识看向王家人，看向那个被刘氏紧紧裹住的娃娃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村里还能剩多少人？这里有好大一个洞，洞口还挺暖和的，快拿个火把，谁跟我一起去看看？得知大石头下面有洞，里面还暖和，村长便组织大家伙一起进到山洞内，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暖意，脸色变好了不少。这次我们是真欠了王家的大恩情了。是啊，心想幸亏之前没拦着老七去接济王家，也第一时间赶过来挖雪，否则就该是丧了良心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家都感念着小多多，若不是他，就算大家躲过了雪崩，也绝发现不了这个洞。我想出去看看，看看我家有没有被埋。我爹他，我也是，家里的猪肉还有粮食都在屋子里锁着呢。等天亮了再去看，现在太危险了。天黑雪又大，别冒险。知道你们着急家里的人和粮食，现在急也没用，必须等天亮。这次说起来，又是多多救了大家伙呢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家多多怕不是小仙子转世吧？这才几天时日，就帮了2个这么大的忙。说起来，这个洞穴也是托了多多的福，否则雪塌了，大家没地方回，怕是要冻死不少人。都给老娘消停点，实在闲得慌就闭上狗眼睡觉。上辈子是拔了舌头吗？这辈子说个没完。知道了，娘。多多怕不是真的有问题吧？都说小仙子下凡，那以后可是要被抓回去的。咱家多多不会被抓走吧？听说被抓走的小仙子是要受罚的。村长一边带人清点各家的人头，一边去找林大夫的家人，带着林大夫才13岁的儿子就走。村长爷爷，这是怎么了？那个昏迷的好像快不行了，你给看看去。不行不行，村长爷爷，我这还没出师呢，我爹还没教过我问诊呢。全村上下就你一个会点医理，你爹去山阳村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也只能你顶上了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你随便给看看，反正看坏了就当没看过。村长爷爷，这人高热了，我爹的备用药箱也在家里放着。村长这也着急了，他正准备想办法拿药箱，就听到小女孩的声音：村长爷爷，高热了，要用血。村长低头一看，不是多多又是谁？多多是被团子催促过来的，让他来看看
救的那个大叔叔。他刚走来就听说有人高热，可以你一根帕子，沾一点点血，冰一冰没冲，虚插等穴位，应当会有些许效果。小不点，他这样脑子会被烧坏的。你抓一把空间里的土，放在他手里。大哥哥，我们走。他一直注意着多多，看他往人家手里塞东西，不由好奇地问道：妹妹，你去弄人家的手做什么？精灵说不能告诉别人。精灵是谁啊？精灵就是精灵呀。多多困了，不和你说了，要睡觉了。多多，你只要知道你们村就回来的那个人，你给他喂点万灵水，他醒了好了，就能给你们很多粮食，你们就都不用挨饿了。小精灵也很无奈，就这个男人其实都是新手级别的指引任务了，只可惜小崽子太小，根本听不懂任务什么的，只能他掰碎了揉烂了慢慢讲，才能让他勉强理解。天亮以后，大家才看到昨晚的雪崩有多严重，整个村子几乎都被埋了，各家能把物资抢救出来的都尽力抢救，现在大家基本都住在洞穴里。多多醒来以后，第一时间就被小精灵叫上，带着灵泉就过来看受伤的男人。喂，不能乱喂东西。林小彤还是来晚了，还没来得及和多多说什么，就看到那个病人睁大了眼睛，就这么突然的醒了。这么快就醒了？你是从山上摔下来的吧？我看你身体没什么问题，想来是运气不错的。老太婆，我还从没见过那么高摔下来还没事的。确实运气还不错，多谢诸位帮忙了。你这可就得感谢我家孙女了。我们家多多从小运气就好，咱们村之前粮食不够，是她找着10几头大野猪，大家才够吃。现在雪塌了，也是她带的路。你摔那儿了，也是她救下来的，否则你就是冻死在里面，都没人知道咧。原本老太太想着多多运气很好，这事最好是瞒着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但这个外来人谈吐不错，想来应该是会点武艺的，把救命之恩的牌子给他挂上。但凡他有良心，就得庇佑多多。等一下，让我捋一捋。你说我是眼前这个小娃娃救的？小童，你说说，是不是阿婆说的那样？是啊。小伙子，别说野猪了，就是你，那也是王家小娃娃救的。这天寒地冻的，谁知道你能掉到那缝里去？要不是他和你待在一起，又看到你了，怕是等来年春天你都重新发芽了，才能看到你呢。今日大恩，陆游没齿难忘。这是你应该谢的。陆游这边没事了，大家也放了心，正准备各自去忙活，又听外面嘈杂起来。外面是何事在争执？肯定是山羊村那群人又在闹事了。村里人朴实，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隐瞒的，就将山羊村扣押大夫和讹诈的事情和陆游说了。外头受灾很严重吗？可不是嘛，原本就下了1个多月的雪，家家户户都没余粮。他们说隔壁村都饿得开始吃娃娃了，又遇上这么大的雪塌，我们村全被雪淹了。别的村想来也并不好过，这大年30都过不好年。诸位请稍安勿躁，我去看看。大叔叔，这个给你吃吧，你都好久没有吃东西了。谢谢你啊，多多，叔叔去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们到底给不给粮食？不给，我就自己拿了。林大夫，你们也别想要了。我说给你们100斤粮食，你们不依，如今再想要，自然是没有。100斤能做啥？一天都撑不过去。我们村那么多人，都等着饿死吗？粮食不够，你找里长、乡长、县老爷去。找我们村做什么？我们村是整个镇上最穷的村。你们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就不耐烦了，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直接把镰刀扔了过来。他奶奶的二外甥，你们不给是吧？那就别想活了，大家都别活了。那镰刀飞快砸过来，众人看得肝胆俱裂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鞋里忽然飞过来一个什么东西，带着镰刀转了下，砸到一边堆起来的雪里。林大夫，你们这是要就地落草为寇，当场行凶。且算算你们触犯了大昌国多少条律令。由于陆游出场，就把山羊村的人镇住了。没过多久，山羊村的人也退了，
林家村也只给出了50斤粗粮。多多，快进空间来看看。小精灵，你找我干嘛呀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种的豆子。前2天，多多把村民给的黄豆随意丢到空间里的万灵土上，豆苗明显才种下2天，但已经有小多多半个手臂那么长了。哇，是菜，这是豆苗，还不能吃的。空间土的营养十分充足，还蕴含着促进植物快速生长的健康辐射，可以轻易改变普通植物的生长习性，让它们快速长大。你把它们挪走，别种在这里。我们要找点更好的种子来种。不行，没有土就种不了粮食，大家就要挨饿。我不挪走，就种在这里。菜宝宝，快长，不生虫，不发黄，长高高。转眼就到了正月初5，连着3天大晴天，村里的积雪已经快速融化，各家的房子也陆续开始清理。多多空间里的黄豆苗已经完全长成了黄豆藤，一串串的黄豆荚挂在藤上。多多，你又去给小草浇水啊？别走太远了。五哥哥，多多的小豆子长出来了。多多好不容易把黄豆藤都挪出来，迫不及待就要拉着王五郎去看。等他被小多多拉到房子旁边，看到那一排长得非常壮实的黄豆藤，还有那密密麻麻的豆荚，五娃也是愣在了原地。多多，你从哪弄来这些豆子的？这是我种的呀。我得告诉奶奶去，让奶奶过来看看。德旺，这是那年轻人留的，让我交给你们家多多。他记着多多的救命之恩，这就当个信物，日后拿这个找他，他准帮忙。这可使不得，这东西一看就贵重，我们庄稼人哪能拿这个呀？该是他的就是他的，这事儿太爷他们几个也同意了的。这，咱们村是什么样？你来了这里10多年，也该清楚的。多多的，大家都记着，这个东西是他该得的，没哪个眼皮子浅的贪墨这点东西。这本该就是我们家多多的，就这么点东西，就只当救命之恩了。那人命价可真够低的。爷爷，阿奶，妹妹种出豆子了，好多的豆子。阿奶，多多，你慢点跑。你一天咋咋呼呼的干什么？想吓死你阿奶，好让你爷给你找个新的阿奶呀！别一天跟个山猪似的乱窜，猴王都该给你退位让贤了。那多多也跑了呀？肯定是你带坏妹妹的。刚刚你说什么？种出什么豆子了？就在后屋那里，多多妹妹种出来的。阿奶，你赶紧去看看，好多呀！老村长原本想送完东西就回去的，听到这话，心里觉得就是小孩子的玩笑，但脚步还是忍不住，跟着他们往老王家后屋挪。大家都是庄稼把式，看到这场景哪还站得住？老王头和老村长一起上前，各自摘了一个豆荚，剥开来，里面滚出还是绿色的黄豆，个个浑圆饱满，堪比蚕豆。老天爷，这一株怕是得有10斤黄豆了吧？黄豆不是10月黄吗？距离10月可真是实打实的，还有10个月呢。众人下意识的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多多。爹爹，爷爷，你们不喜欢吃豆豆吗？这时候长出黄豆，是因为他吧？他莫不真是上天赐福？王老太悠悠的看向林村长，看得林村长忍不住一哆嗦。呀，德旺媳妇，你怎么这么看我？村长，这事儿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多人知道的好。这里拢共就这么点东西，看着多，实际上也没多少。大家知道了，难免有过不下去的想来讨要。是这个理，我不告诉他们便是了。村里人这几天日子艰难，但他们也知道你们定然不好过，不会来讨要的。若真是有人来拿，我不会放过他们。我先回去了，当作没看见。村长爷爷慢走。哎，好。老村长走了之后，王家的3个大人把黄豆藤都给抱走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像黄豆呢？这就是黄豆啊。
好鲜嫩呀！娘，你们从哪儿找来的？这个天居然能长这东西出来！吃，什么都往嘴里塞，毒不死你！呵呵，娘，儿媳可要伺候你一辈子的，命大着呢，毒不死。其他人陆续回来，都看到院子里的黄豆藤，心懵。王老太懒得跟这些人解释，直接让他们闭嘴，然后又让大家把豆荚摘下来，不必剥开，留着过2天拿去镇上换粮食。村长，上次我们过去，林家村的村长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当着外人的面让我们下不来台。是啊，村长，您得去。他们林家村算什么？就是一群破落户。他们林家村穷得叮当响，雪滩的整个村都要看不见了，却还能给出50斤粮食，说不定藏起来的更多。我听说他们村捡了个女娃娃。我之前听说娃娃是老王家的人捡的，我们直接去老王家那边，他们家住的偏，往那边竹林绕过去，这边的人应当看不见。老王家本就是逃荒来的，才住了10几年，哪比得上我们世世代代住在一起的亲近？就算他们看到了，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走，去林家村。林二胖听到一群人说话的声音，便躲在石头后面。听明白，原来是山羊村的人要到本村抢粮抢娃娃后，一哆嗦，赶紧向村里跑去。快去找大人！有外面的人有人要来抢福娃娃！快告诉大人，福娃娃被抢走了！于是，孩子们，你传我，我传你，跑得最快的已经到了老王家门口。不好了，福娃娃被人给吃了！你说什么？他们都说福娃娃被抓走吃掉了。山羊村来了好多人，在哪？他们在哪？老娘跟你们拼了！刚才听到消息，王家人确实被吓着了。这下林二胖跑过来了，他们才知道多多没有出事。你们别轻举妄动，到时候就怎样？原以为老王家没什么人，最多是些妇孺在家，没想到这一看不得了，起码有7、8个人正面色不善地看着他们。你是老王家的德旺媳妇吧？滚！你也配跟我说话？你们山羊村的人什么意思？又偷鸡摸狗到我们这儿来了？怎么，你们村树皮子都被啃光了，要到我们村来讨口？就是，你们山羊村要实在缺成这样，我让我家男人给你们村扛1袋树皮去，保管你们吃个够。村长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这些头发长见识短的赔钱货，说了有什么意思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给我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！林家村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听说你们村捡了个娃娃，那是我们村丢的，快把人交出来！你们村的，就你们村那些歪瓜裂枣，能养出我们家多多这样的娃娃，其实都没你想的美。老太婆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劝你们乖乖把人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讲邻村情谊。别交给他们，他们是要吃娃娃的，他们会吃人。奶奶的，老子不管那么多，把娃娃交出来！村长，你看，这些人大多都是女人，还是老女人居多，除了几个小破孩，没男人。不如趁现在那些男人还没来，我们直接……村长听完，朝旁边使了使眼色，一个男人突然从腰间掏出镰刀，挥舞着就冲向对面。其他山羊村的人也瞬间失去理智，冲了上去，两边的人瞬间乱作一团。坏蛋，大坏蛋！众人忍不住一顿，偏头看去，就见一个约莫3、4岁的女童骑着一只小羊，小羊似的蹄子甩出了残影，在他们身后居然有一群蛇，正在快速靠近。不许欺负阿奶，不许欺负哥哥！小羊带着多多到人群前面停了下来，蛇群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冲着山羊村的人就狂了。居然有蛇！这蛇有毒，为什么只咬我们？多多带着蛇群过来，瞬间扭转了局面。此时林村长也带着林家村的男人过来了。村长爷爷，多多，这些蛇是怎么来的？多多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说呀，你会被当成怪物的，把你吊起来用火烧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阿奶和阿娘了。
这么复杂的事，小崽子根本就解释不清。此时山羊村的人还在，村长也不想在外人面前讨论此事，就不再追问了。上次已经给了你们不少的粮食，这事你们做的不地道。我们村已经断粮半个多月了，出去的路不通，大家都没法子了。两个村长说话之际，两边的村民也开始争吵起来。山羊村村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你们林家村放屎咬人，这事怎么算？你们这是害命！害命！你们自己做的亏心事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你们吃娃娃，遭报应被蛇咬，这蛇就是老天爷派来惩罚你们村的。如果还要胡搅蛮缠，那我们大可以报官，让官老爷看看怎么处理。你们要报官，可要想好了。那就报官，明天就去报官。报官，我们同意报官。听到这，山羊村的人也慌了。看着大家的反应，山羊村村长也是满头大汗。你想我们村彻底交恶吗？别忘了，你们村可还有人在我们村，我们村也有人在你们村。我们回去便是。都别闹了，我们回去。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，两个村的村民也都各自回家了。林家村这边也有人受伤，王老太正准备熬豆浆给大家补补身体。哇，阿奶，好多哦，多多都喝不完的。这是给大家熬的，还有你三婶也受了伤，需要吃点东西补一补。还有婶婶、婆婆，他们也流血了，他们是为了保护你才受伤的，你也要去谢谢他们。阿奶，多多知道了。阿奶，你把这个放进锅里一起煮了，给大家喝，喝了就不痛了。好，那阿奶就放进豆浆里。王老太将熬好的豆浆搬到院子里，整整一大缸。老村长众人都一起在王家院子里。德旺媳妇，你们这事，你们自己都顾不过来，怎么还往外拿呢？不妨事，东西没了可以再有，人不可以没了。我们自家还留了点，够挨得过2天了。那行，这个情我替他们领了，日后村里人互相扶持，也能更齐心些。只是暂时委屈你们家了，等这事了了，我让乡亲们先给你们家犁地。这感情好呀，老婆子我就不推辞了。你们也别说这些东西哪来的，我自会去解释。小家伙还小，别给他再找事了。我知道的，这孩子是个福娃，可别亏待了他，也别吓跑了他才是。这是我们老王家的娃，自然是不会亏待的。不久之后，大家豆浆刚刚喝完，村广场黄角树上挂的一个铜锣，忽然就被敲响。朝廷发粮食了！朝廷发粮食了！原来一个时辰前去往县城报官的王传满兄弟俩，却遇见了一个熟人。陆游坐在大马车上，马车之后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，压着一辆辆捆满货物的板车，在没有完全化动的地上走着。爹爹，多多，你来等爹爹呀？不是的，我们都在等粮食呢。都让开！不得无礼！马车里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看见下车之人，正是之前匆匆离去的陆游。诸位别来无恙，前几日匆匆告别，实在是公务在身，还请见谅。您这是？我是跟随我们家大人一起来赈灾的。前几日是来探查各村的实际受灾情况，不曾想遇见了雪塌，因有公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所以才匆忙告别。叔叔，你是来送粮食的吗？是啊，顺便来调查村里易子儿时的情况。说到这里，陆游的眉色就是一冷。山羊村的人来我们村里抢粮食了，他们想要抢走多多妹妹，还打伤了我娘和我阿奶。他们要吃娃娃，快把他们抓起来吧！一群半大的少年忽然嚷嚷开了，周围的村民刚开始想阻止，但还是没出声。孩子们说的没错，他们也希望有人来主持公道。此事容后再议。这次带来的粮食，各家按户籍上的人口来领。孩子1人10斤，成人男子1人30斤，成人女子1人20斤，老人不论男女，统统15斤。哦，还有蔬菜和粮食种子。众人一听，眼里都流露出希冀。终于有粮食了，朝廷终于看见他们了。谢谢青天大老爷。
多多，我们有种子了，我们可以种地、挣钱、升级空间了。多多以为昨天的事已经蒙混过去了，可还是被王老太带着来到了屋里。哎呀，多多，你老实告诉奶奶，那些黄豆是怎么来的？是我种的。你在哪儿种的？是怎么种的？王老太不太相信，多多来他们家满打满算还不到20天，哪就能种出黄豆了？它长在土里，我给它浇水呀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些蛇又是怎么来的？它们自己来的呀。你哥哥们说的端水是怎么回事？你端的谁有什么不一样？多多这才明白，原来阿奶想知道的是他的水从哪里来的。就是这个呀，豆豆喝了就能长高高，大叔叔喝了就醒了。多多，来，跟阿奶到外面。多多，你还有没有黄豆种子？给阿奶几颗。多多抓出一把黄豆种子给到王老太，王老太把豆子撒进地里，随后浇了多多煮的万灵水。这样就行了吗？浇一浇，长得高，没有虫虫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等豆子长高高。嘿嘿嘿。王老太种下豆子后，就和多多回屋了。刚回到屋子，小精灵就开始喊多多：“多多，你明天去做个任务呗。”小团子是多多的专属成长陪护员，他最大的职责就是保护多多的安全，让他长大成人。只能哄着小崽子去升级空间，空间升级以后，他就能解锁更多能力，到时候也能更好帮助小崽子。小精灵，你要我做什么呀？很简单的，你们家不是有2种了吗？让你阿奶给你一点，你拿去种。不可以的，这是他们要种的。哎呀，你种比他们种更好，你有万灵水呀。万灵水一倒下去，什么作物都得升得级，不到10天就能拿到新的种子，这样多快呀！最主要的是，种出粮食后，你就可以天天吃香喷喷的馒头啦！哇，馒头，那我可以吃包子吗？二哥哥好像最喜欢吃包子了，当然可以啦！多多答应做任务，精灵也高兴了。多多当晚做了一个梦，这次他梦见自己坐在馒头山上吃了好多馒头，哥哥们就坐在包子山上吃了好多好多的包子，大家摸着肚子笑得很开心。次日，陆游从山羊村调查回来后，便召集了林家村的人开会。这次来是要宣布2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今年免收春税，3月前不颁布徭役。听见这个消息，村民们先是愣住，而后就狂喜。这次他们是真的哭了，比之前发粮食给他们还要觉得惊喜。不少人便开始议论起来：什么赋税徭役都免了，今年开春能安心种田了。感谢青天大老爷，感谢天家，我们能活了，我们能活了。第2件事是关于你们村和山羊村此次斗殴的事。此次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错不在你们，是山羊村主动挑衅在先。处理结果是，山羊村将负责你们6月之前的徭役，若是朝廷有征召，皆可让他们代劳。山羊村半年时间都代服徭役，那他们村的男丁们至少能有6个月的休养时间，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。大人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说话算数。我们家大人在我来之前已经给了我处置的权利，山羊村的人我已捉拿归案，你们村也要有人证，谁跟我去一趟？要正式判案，还得去县城，经过各项流程之后，才能下达结案文书。此事好说，我跟你们走一趟。另外，再让4个村民同我一道前去。我也一同前去。张离子，你傻了吧？就你那一把老骨头，还去县城呢？老人家放心，例行问话而已，不会有妨害。只是沿途颠簸，老人家怕是要吃点苦。你不是有马车吗？我坐那个就行。陆游一愣，随即想到这也不是不可。他还挺喜欢老太太的，为人磊落，做事也一流。随即一行人便向县城出发了。二小姐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人丢到300里外的山脉。去的时候冰雪急于封山，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从里面走脱出来。你们不会唬我吧？真的丢那么远了？
小的哪敢骗二小姐？更何况小小姐她……什么小小姐？我们家有小小姐吗？还有，什么叫按照我的吩咐？我有让你做什么吗？我只是好奇问问。是小的多嘴，小的该打。那个野种已经按照老爷的吩咐丢了，小的亲眼看着他落气的。那些恶狠了的畜生们闻到了，肯定。行了，说这么多做什么？你们滚吧，以后别来找我。是。来人，本小姐要去护国寺上香。老王家有40亩山地，都是孙子们成丁后划分的。春天的时候挖野菜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阿娘在哪里挖野菜呀？应该在我们家的山地里面吧。大家的粮食都不够，肯定只能挖自己家的。四婶应该是在我们家的山地里吧？我们去那里找找。刘氏今天被安排做饭，粮食不够，野菜来凑，他就提前上了山。多多几个人走到半路的时候，脑袋中传来了小精灵的声音：多多，快！那边的灌木丛里有几只山鸡，哇！妹妹，你别乱跑，等下走丢了可不好找。五哥哥，有山鸡？什么山鸡？你说山鸡啊？这个时候哪里？话音未落，那边的灌木丛就有扑腾翅膀的声音，接着一只彩色的山鸡就飞了出来。王四郎反应最快，当即拿起一块石头朝山鸡就砸过去。快捉住它！在场的王五郎、三郎也迅速跑过去，要追上那个想要逃跑的山鸡。多多走到灌木丛边，扒开了往里看，两只山鸡呆在里面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多多抓起一只，小羊上去也叼起一只。王五郎3个人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还是捉住了那只山鸡，他们十分有成就感，气喘吁吁地跑回来。妹妹，你看，哥哥捉了。结果走回来，却看到自家妹妹怀里抱着一个看上去比他还要大的山鸡，就连旁边的小羊羔嘴里也叼了一只。多多，这是你们捉的？是的呢，小羊好厉害，它也捉了一只呢。哥哥也好厉害，你们也捉到了。大家正商量着是要继续找刘氏，还是打道回府把山鸡带回去。刘氏就从那头走回来了。多多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刘氏看到多多后，又看到地上的3只山鸡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四婶，妹妹好厉害，这一只就是她捉的哦。多多这么能干呀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没有的，多多可厉害了，比哥哥们抓的还快呢。多多真能干，我们赶紧回去把这消息告诉家里人。今天阿奶不在，山鸡也要等明日阿奶回来再做打算。第二天，多多和王五郎在院子里面嬉闹，就听到院子外面有人喊道：“老王家的，你们家老太太回来了，快去村口接一接。”来了来了。爷爷，我去接阿奶了。好，去吧。小五和妹妹一起去。还没等王五郎走到小多多身边，他就嘚吧嘚吧跑出院子了。小羊屁颠颠的跑到多多身边，靠在多多身上，示意小多多可以骑着它。小羊，我自己走，我太重了，不能骑你。真是拿你没办法呀。多多上到小羊身上，小羊就开始疯跑起来。在村口的几个小娃看到这一幕，都满脸羡慕。爹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给我买羊，我也要骑羊。骑什么骑？羊能骑吗？那小多多都能骑。你也不看看你那傻样，你能跟小福娃比吗？上一边玩泥巴去吧。不一会，多多就把王老太接回了家。王老太也从县城大包小包的带回了不少东西。阿奶，我们捉到山鸡了。捉到什么东西？野山鸡啊，我们和多多妹妹一起捉到的，3只哦。阿奶，我们厉害吧？不错，老大媳妇，今天轮到你做饭了。晚时就弄山鸡肉，去后山看看有没有野山菌，
才点回来做鸡汤。知道了，娘。多多，哇，别看了，这是给多多的。晚上吃山鸡，你们有鸡肉吃就行。妹妹，那2个包子太大了，要不要五哥帮你吃一点呀？我也能帮你吃。哎，我可以吃1大口。我也可以。你们几个不准抢妹妹吃的，不然我就告诉阿奶。小崽子呀，你得努力了，不然你哥哥们想吃包子吃不到，你想吃馒头也吃不饱，好可怜的呀。多多觉得小精灵说的很对，他看着哥哥们捏起自己的小拳头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往外走。妹妹，你去哪里？我去种馒头。呀，馒头不是种出来的，哎，要先种小麦，再把它磨成粉，才能做成馒头。原来是这样呀。那多多去看豆豆，哥哥，你跟我来。豆子长起来了。王五郎看了一眼，对这个不感兴趣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种的，所以半点不惊讶。只是刚一抬头，他忽然发现不对劲了。咦，芭蕉怎么长这么大了？只见眼前的芭蕉树上，一串芭蕉掉得老高，上面密密麻麻结满了芭蕉，而且个头还都长大了。前2天来看那回，好像只有一点点大呀。肯定是你看错了，不然3天能长这么大吗？可以呀，昨天种豆子的时候，我顺便浇了水的。2个哥哥没有注意多多的话，一心盯着芭蕉树看。这是快熟了吧？我去叫人把它打下来。我正要去砍柴呢，拉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王传满无奈，可能是他年纪最轻，这群皮猴子老喜欢让他帮忙。结果看到那棵芭蕉树，王传满也愣住了。爹爹，芭蕉！好家伙，啥时候结这么大的芭蕉了？说完，王传满就上前动手摘芭蕉了，3、5下就把大串的芭蕉分几次摘下来，分别丢给了几个娃娃。阿奶，我们的芭蕉熟了。你是不是投胎的时候脑袋丢了，安了个棒槌上去？你怎么当爹的？多多这么小，怎么给他拿这么重的东西？别害得他以后长不高。你在哪里砍的？不就是在屋后的菜地里面？糟了！王老太叫着王传满和几个娃一起来到地里，看到里面已经长得很好的幼苗，以及一个结结实实踩上去的脚印。王传满，阿奶，你不要生气。你看你爹做的好事。没关系的，我这还有呢。你个败家玩意，存心想气死老娘是吧？你今晚只准吃半碗饭。呀！看到阿奶因为幼苗被踩而生气，多多就直接跑到空间里忙活了。他要把村民们送的豆子，还有阿奶给他的小麦种上。你别弄了，我来弄吧。小团子想要锻炼多多，看他哼哧哼哧挖土，又觉得心疼。多多撒了一把小麦种子，又把手里的豆豆都抓出来，全丢在万灵头上。哇，有颗种子快升级了！多多，你看，有一颗种子在微微发光，这说明它要升级了。多多连忙跑过去，2只眼睛咕噜噜左右看，一会儿看看这颗，一会儿看看那颗。很快，他就找到了那颗发光的豌豆。哇，种子发光了耶！小精灵，它会变成什么呢？现在它还没升级，你再给它浇点万灵水吧。多多照着小精灵的话给种子浇水，豌豆种子的光慢慢变强，而且土地慢慢裂开。它坏掉了。没有，它只是要发芽了。因为浇了纯粹的万灵水，豌豆种子生长的也格外快，再加上正在升级期间，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已经能看到里面绿色的小芽。多多很快就能给阿奶种好多好多的豆子了。次日一大早，精灵没忍心把多多叫醒到空间里干活，等他早上自然苏醒后，才让他去空间看看。多多，昨天的豌豆升级完成了，新的优质良种在空间里面，你拿一些去给你阿奶。
多多一进空间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豌豆已经开了花，而且上面还长了一些绿油油的小豌豆，普通的黄豆、绿豆、小麦、蚕豆都已经长到了快开花的状态。这可不能直接吃了。哎，它们都是升级后的2种，你下午再来看，它们应该就成熟了。哇！多多看完空间的豆子，就又跟着4娃、5娃到地里玩耍了。此时正拿着爷爷编的花篮在采花。多多，你喜欢花呀？婶婶，花花送给你。哎呦，你这是把自己不喜欢的送给我的吗？不是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它最好看，婶婶也很好看。刘寡妇家的地边有一棵桃树，平日里她都不准村里人摘桃花，这次她直接撇下一大枝递给多多。你送我花，我也送你花。谢谢婶婶。多多，桃树枝可以扦插，你把它们种在空间里，还能吃桃子呢。不能种的，这个是婶婶送给我的礼物，我要好好保管起来。得知多多的想法，精灵几乎要吐血了。好说歹说，多多才同意让精灵掰下一半，放在空间里种上。这就对了嘛。吃完中午饭后，王老太指挥媳妇们把醒好的面做成馒头，打算晚上蒸馒头吃。只是没等他们开始蒸馒头，村长就让人来找他们。林大夫那边说多多的户籍有问题，要你们过去看看。你干嘛去？你就在家里待着，我去看看。娘，你去了能顶什么用？回去做馒头，别耽误事。放心吧，有娘在，没事的。但愿吧。村长，你说那个户籍到底怎么回事？林村长倒没什么反应，林老太爷几个男人却是皱眉。德旺媳妇，那个还是等旺子到了再说吧。那你就等着。阿奶，那个老爷爷是不是生病了呀？他看起来好累呀。是有点病，别离他太近了，免得被染上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等旺子来了再说。老王头这时也紧赶慢赶的过来了。德旺，你可算来了。大家都在等着老王头来商量事，只有多多盯着老王头的腿，悄悄走过去，食指伸出来，轻轻戳了戳老王头的腿。多多怎么了？爷爷，你的腿是不是很疼呀？是不是有这么疼呀？爷爷不疼。多多，你想治好你爷爷的腿吗？当然想呀，爷爷看起来好辛苦，他那样走路肯定很疼。用万灵水可以缓解他的疼痛，但是不能直接让他治愈。那怎么办呀？你还是得先升级空间，就是现在我待的这个地方，你要听我的话，好好的种花种树。等空间升级了，我们就可以解锁新的功能，到时候可以换更有用的东西。爷爷的腿也要升级才能治吗？对呀。多多和精灵正在心里沟通时，林大夫突然叫了多多。多多，你过来。你们看，若是2岁的女童，腕部这里不会长这2块骨头，按照骨龄来算，她应当有4岁。什么2岁4岁的都能从骨头看到吗？是的。之前我们给多多登记户籍的时候写的是2岁，现在若是按照4岁来算，户籍就要更改了。他们还是存在着一丝想法，想着若是以后多多的家人要找人改回真正适合的年龄，他们家里人也方便寻找。我们不改。旺子媳妇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怎么能不改了？孩子是几岁就是几岁，不能你说不改就不改。多多，你回去看看你娘他们饭做好了吗？阿奶现在有些肚子饿了。多多哦了一声，乖乖走到外面找5娃和4娃一起回家了。王老太把多多支走后，便道出了遇见陆大人的事。得知陆大人调查过多多身世，查出多多被遗弃和灭口的事。我说多多更像是福星，你们仔细想想，这次要不是多多，我们村要损失多少人，说不定也沦为第2个山羊村了。总之，陆大人说
多多原来的家族想的就是要多多别活着。多多本就年幼，身体娇小，我们给他报的2岁，那边的主也并没有说有什么不对。既然如此，什么捡来的？那孩子不是你四儿媳妇自个儿生的吗？按理说，这都进门第3年了，闺女2岁刚合适的，你说是吧，老马？马族长，你看这什么这？他们老王家的小孙女怎么样？关我屁事！你干脆直接说多多是老王家亲生的不就得了？就这样，在得知其中隐情后，户籍修改的事还是告一段落了。此刻，正在县衙里的陆游却忽然收到了一封信。打开信后，他面色大变。他居然要来这里！同时，在距离永定县100多里路的地方，几辆马车正慢慢行驶。马车周围有10来个家丁打扮的人，步伐沉稳，眼神锐利，显然都是练家子。公子，一路舟车劳顿，我们暂且在此休整片刻。好。他们休整时，又有一支队伍从旁边路过，却是一群丫鬟小厮护着一辆绯色乳轿。二小姐，前面有块空地，但被人占了，要不要请他们让一让？诸位小哥哥，小女子舟车劳顿，想在这里歇息片刻，能否请你们稍微挪些位置？马车内的人没有回应，就连外面的那些人，连半个眼神都没给他。这群人什么毛病？看到我这大美女都不带搭理的吗？此时只听见哪里传来一阵咳嗽声，那咳的症状像是要把肺都给咳出来。少女脸色一变，快走快走，别惹上痨病鬼了。话音一落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什么东西直接朝着少女的轿子飞过来。定睛一看，发现是一根2指粗的圆木棍，直接嵌进轿子的木板中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这就走。看着他们飞快逃走，马车里传来少年格外清冷的声音，稚嫩却冷漠。是假，去把他们处理了。是，小施主且慢，勿造杀孽，莫忘了你母亲的嘱托。罢了。阿弥陀佛。晚饭时间，多多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很久的馒头。嘿嘿，馒头好好吃呀！等多多长大了，天天都给你们吃馒头。宝，你还可以追求的稍微再高一点。小精灵，馒头就已经很好的啦。精灵无奈，思索着怎么把小崽子的追求变得高大上一点，忽然就感觉到了一股特别的能量正在靠近。哇，多多有特殊任务了。你完成了的话，你们家真能天天吃馒头喽！哇，是什么任务呀？嘿嘿嘿，我们再等等，过几天任务对象就过来了。多多哦了一声，就低头继续吃馒头了。你别吃那么快，小心噎着。你中午没吃饱吗？我要吃得饱饱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就可以快快种地了。精灵，你每天都好辛苦，我也要变得勤快起来才行。那个，其实你还小，也不用太着急的，我可厉害啦，不要小看我哦。知道你最厉害啦，嘿嘿。此时，在护国寺里上香的某人抽出一支下下签，上面写的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方丈，我看这个内容不应该是下下签吧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签方式，在施主这里，这便是真正的下下签。师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绕的。施主心中可有念念不忘之事？若有，那件事当与施主所想背道而驰。施主可知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阿弥陀佛。少女想到一件事，脸色顿时一白，瞬间想到自己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。难道那个小野种没有死？阿娘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是吗？你有什么要给阿娘呀？阿奶，阿奶。因为空间里大丰收，多多要先把收获的作物给刘氏和阿奶，然后才能继续他的耕作。一大早便拉着刘氏去找阿奶。
多多醒了呀，找阿奶什么事啊？阿奶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这里放不下，我们去屋后的地里。阿奶和刘氏一头雾水，以为是多多又发现了什么东西，结果多多小手直接一点，地上出现了一株挂果非常饱满的辣椒。呼，打完收工。这不会是我晚上没睡好，眼花看错东西了吧？这真的是蚕豆，多多，你从哪儿拿来的？王老太却是在看到蚕豆的一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和家里的黄豆一样，原来那不是多多找到的，而是多多在奇怪的地方种出来的。多多，你能把东西收回去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多多一挥手，他眼前的那些粮食就不见了。此时刘氏更加惊讶，觉得自己腿都软了。阿娘，你怎么了？阿娘没事，阿娘只是太惊讶了，我们多多真的很棒。多多，你去找哥哥玩先，我和你娘亲说点事。好的。娘，多多的事情要怎么办才好？刘氏有些慌神，他实在是被刚才的一幕给刺激到了。你别急，听我说，咱们这样。其实王老太早就知道多多的事有蹊跷，所以一早就开始在想法子了。此时刘氏知道也不算是坏事。村里的铜锣又响了，等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村长开始宣布消息。我要跟大家伙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村长，是什么好消息啊？好消息就是陆大人又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粮食，不过这一次吃的粮食少一些，但粮种却是足足的，因为马上就要错过春耕时节了。如果老百姓们没有足够的粮种，大部分的地就只能荒着。村长，你不是骗我们的吧？朝廷怎么还送2次粮食？是啊，那粮食和粮种要不要银钱？放心吧，来通知的衙役说了，不收咱们钱。上次是陆大人押运过来的，但现在各地灾情严重，县城里的官差大人忙不过来，所以这次要我们自己去衙门取。带老婆子一个，我们也要去县城里，人多好一起走。那哪几家要一起去的？大家定个章程，我们就出发。是啊，得早出发。朝廷的粮食是有定数的，若是去得晚了，说不定粮食就被领完了，我们去就只能扑个空。大家赶紧报名，完了之后回家拿上推车和扁担，我们就出发。话分两头，却说正在永定县县衙内的陆游，忽然感觉右眼皮跳了跳。大人，外面有位小公子要见你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陆游来到县衙门口，就看到停着2辆马车，人群最前面站着一个约莫6、7岁的小少年。小怀，舟车劳顿辛苦了，你们先到县衙里暂行休整休整，其他人就安排到驿站，你看怎么样？只见少年把手微微一抬，看着陆游，吐字如金道：“脏。”呵呵，热水早已备好，随我来。林家村的人到了县城后，都先去喝茶休息。只有王老太先带着多多来到县衙外面，果然见外面有不少的村民正在领粮食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我们怕是等2日都没办法领到粮食。阿奶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在领粮食啊，有了粮食和粮种，才能回去种地。那阿奶能不能给多多一点粮种呀？多多也想种地。你要粮种做什么呀？种地太苦了，让你爹他们去种就是了。和精灵一起种的，就是那种很好看的粮食。多多很会种地的，嘿嘿嘿，多多给你们看过的呀。王老太瞬间就明白了，多多拿粮种是要种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。多多在那里种地会很累吗？不累的呢，很好玩的。那好，阿奶到时候给你分一点。走，我们到里面去看看。哎，这里是县衙门口，可别再往前走了。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是来找陆大人的，劳烦你通报一声。去，陆大人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走开点，别挡在这儿。王老太原本要拿玉佩的手突然顿住，又慢吞吞收回去，意味深长地看了那门房一眼。
他没多说什么，和多多绕开便走了。谁知刚走几步，就碰到了从大门出来的小公子。小公子，你没事吧？阿奶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撞疼呀？你个老太婆是怎么走路的？居然敢把小公子撞倒！来人啊，给我把这个恶妇抓起来！你们不许欺负阿奶！哪里来的小破孩子？让开，否则连你一起抓！哎，你们这样执法是县令大人的意思，还是你们自己的意思？你这恶妇竟还敢质问我！哼！你死到临头了，知道吗？都愣着做什么？把人给我抓起来！这时候，多多仰着小脑袋跑过去，着急的说道：“小哥哥，你摔疼了吗？多多给你呼呼，呼呼就不疼了。你让他们不要抓阿奶好不好呀？阿奶是好人。”男孩没说话，多多看到了地上摔碎的玉佩，又想起阿奶手中的玉佩，于是颠颠的跑回去，让王老太把玉佩给他。小哥哥不要生气，我把这个赔给你，不要抓我阿奶了好不好？小少年没有理会多多，却是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中的东西，一点都不舒服，想洗。还有这个玉佩，好丑。但随着少年的视线微微上移，不期然撞见了一双漂亮的眼眸，眸色中间有一点不易察觉的金色，给他平添了几分灵动。好可爱啊！片刻之后，小男孩装作一脸无所谓，把玉佩还给多多就走了。小厮看到也知道小公子不追究了，算你们走运。这熊崽子又跑哪去了？我不过说了一句，居然还给我使性子，真的是要气死我！人呢？人呢？此时陆游正到处找着那小少年，刚到门口就看到了多多和王老太。王家婶子，多多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特意来拜访陆大人的。今天老婆子来，还有一事相求。你们跟我来。他把玉佩接过来，又将二人带进县衙。王家婶子，说吧，你们要我做什么？我可有言在先，若是违背法规的，可别怪我不答应。是为多多的事，此前张大人不是说……说到一半，王老太停住，看到自己身边瞪大眼睛，听得津津有味的多多。此时陆游也觉得这话题不太适合孩子听，刚想让人把多多带出去玩，就见到熊崽子又回来了。小怀，来，你带这个小妹妹出去玩一会。小少年看见陆游叫他，直接转头又出去了，半点面子都没打算给。来，这小子，多多，你去找那个小哥哥玩一会，他一个人好孤单的，都没有玩伴。大人，那位小公子是？哦，那是我一个远房表弟，脾气极温和的，多多和他应当玩得来。去玩吧。好的呢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等等多多呀，多多陪你玩。多多找小哥哥玩了半个时辰后，高高兴兴的回来找阿奶。阿奶看见多多回来，也刚好要告辞了。陆大人，此前的事便都说定了，老婆子还要和村里的人去领粮食，就不打扰了。放心吧，我陆游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好的。从衙门出来，林村长已经带着村民们去排队了。王老太也抱着多多加入队伍。排了没多久，一个老妇人朝着多多走过来。大姐，你这孩子养得真好呀，肯定是精心养着的吧？真好看呀。周婆，我走了那么多地方，也算是见过不少女娃子的了，就你们家这个最好看，跟年画里的小仙童似的。周婆似乎根本意识不到王老太太的冷淡，又凑近些，想伸手去摸一摸小多多的脸。大姐，你别介意哈，我这就是老毛病犯了，看到好看的女娃子就忍不住想摸一把。我呀，是专门给人做媒的。我看你家这女娃子长得好，要是去给人家做童养媳，少说能有这个。周媒婆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王老太一把推开。你干什么？你个死老婆子，居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你个不着四六的老东西，还叫我大姐！你瞅瞅你那张老树皮子脸，说你80岁我都嫌老天爷不答应，你也有脸叫我大姐？还在那叭叭个不停，知道自己有毛病就别出来晃荡，小心哪天毛病犯多了，阎王爷喊你去黄泉拿药方子。周婆子听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
我看你都来领粮食了，一看就是乡下穷得要死的泥腿子破落户。好心给你指条明路，你居然不识抬举。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话音一落，人群里忽然冲出3个大汉，手里都拎着粗木棍子。他们一脸不善地走向王老太，结果没走2步就顿住了，因为对方走出更多的人。来呀，咱哥几个今天比划比划，趁着正好在县衙门口，比划完了去牢里再聊聊。看来你们是吃得很饱啊，是不需要这些粮食了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的份例都给我扣了。周陀等人因在县衙门口聚众闹事，被曹县尉关进了县衙大牢。小小骚动过后，林家村的人在晚上也领到了粮食，打算第2天一早就回村。小怀，你跟那小姑娘玩的怎么样？是不是长得跟个福团子似的？性格也乖乖巧巧的，不比万宁城那边的小姐们差吧？见秦淮不答，陆游也不介意，转身就走了。是假。大人，你想让公子做什么？你家公子不会自己问啊？我看他一天叫你倒是挺勤的，人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。行，我跟你说。随后，陆游将多多的来历简单说了，又将王老太的请求也做了说明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想让多多完善些资料，让登记造册更名正言顺些。你的赤卫团里不是有2个善于此道的吗？让他们推敲推敲，如何能更真切些？秦淮默默听了，又沉默不语。陆游以为自己说了个寂寞，却见那小少年从怀里拿出一张小小的令牌，放在身边的石桌上。哟，我就随口说说，你小子还真是舍得呀！当初我有急事找你要这令牌，也没见你给我。我看那小女娃也是有福气的，说不定你这次帮了她，以后还能帮你大忙呢。第2日，林家村来的车上面已经放满了粮食，村民们在中间留了一个位置，专门用来放多多。多多，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有个任务吗？现在任务条件触发了，你快去。什么任务呀？可是我们要走了呀，刚刚才触发的。现在在那边的巷子里有一个人需要万灵水，你赶紧过去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多多听到这话，知道很严重了，于是赶紧迈着小短腿，滑下板车，蹭蹭蹭的就往团子说的巷子那里去。多多，你要去哪里？阿奶，等等我马上就回来哦。你不要乱跑，快回来。进青云书的巷子，看见了一个倒在血泊里的人，那人奄奄一息，但却目光如炬，听见有人过来，捂住伤口的手往旁边挪了挪，捏住了一枚暗器。叔叔，你流血了，疼不疼呀？好多血。那人看着眼前的小奶娃，对着自己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原本捏住暗器的手松开了。多多，快给他喝万灵水。叔叔，给你喝水。受伤之人看着多多递过来的水，一脸警惕。叔叔，多多的水很好喝的，你尝一尝嘛，是甜的。小精灵，他不喝呀，他受了很重的伤，应该动不了了，你直接灌到他嘴里去试试。多多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那人神色微变，手用力一甩，暗器在内力催动下急射出去。原以为暗器是打向王老太，却只见一个黑衣人从墙头坠了下来。走，快走！他只来得及喊出这么一句话，人就陷入了昏迷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快给他万灵水！王老太也看到后面想要偷袭他的人，他快步跑到多多面前，要把他抱走。阿奶，水，给叔叔喝水，叔叔快嘎了。王老太也没仔细问为什么，把水瓶接过来，直接朝那个昏迷的人嘴巴里倒进去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因为这突发事件，王老太抱着多多回到队伍，一路无话的回到了村子。啦多多一到家，几个哥哥就迫不及待的围上来了。妹妹，
你去县城玩的怎么样？县城大不大？热不热闹呀？是不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？我听说县城里有卖糖葫芦的，你有没有吃糖葫芦？好不好吃呀？糖葫芦酸酸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我再也不想吃糖葫芦了。几个哥哥们顿时一阵无语，他们见都没见过糖葫芦呢。结果多多都已经嫌弃上了。连着3天都下了夜雨，现在山上的蘑菇一定长得很好。多多，我们去找点蘑菇，晚上煮蘑菇汤喝。好呀，好呀。对于小多多而言，只要能上山，无论能不能找到东西，都很开心。于是，一行人就出发了。要是我们还能再找到山鸡，家里就又能吃肉了。上次就是在这些草丛里找到的吧？这次我们再仔细找找。我也去找。好啊，多多也跟着一起找吧，说不定多多比我们还能先找到呢。妹妹的运气总比我们要好。多多，你去那边那棵松树下挖吧。在精灵的指挥下，多多开始在松树下挖了起来。不一会，树下就出现了一些圆圆的小东西。哇，是黑黑的果子。多多，你在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把驴粪担子拿起来了？快丢了！哈哈，是谁那么缺德呀？居然把驴粪担子埋在土里！哈哈，快丢开，快丢开！多多，那个东西可臭了。不臭的呀，还有点香香的。多多一头雾水，在几个哥哥你一句我一句的解释后，赶紧把手里的东西丢开了。小精灵，哥哥们都说那是驴粪担子。多多变臭了。呸呸呸！什么驴粪担子？那是松露，黑松露知道吗？在你们这个世界里面，这个东西很值钱的。难道这不是驴粪担子吗？当然不是啦！快捡起来，这个很贵的，拿回去给你阿奶，让她拿去卖钱。给阿奶，拿回去给阿奶。喂，都跟你说了，这个是驴粪担子，可臭的了，不要去捡。不是驴粪，这个是好东西，捡回家给阿奶看看。完了，要是被阿奶知道妹妹去玩驴粪担子，我们肯定要挨一顿揍。好吧，3哥4哥，我们也一起捡。大家当然是要一起被骂，一起脏，都被迫加入了捡驴粪担子的队伍。不一会，每个人都捡了一大堆。多多和几个哥哥捧着一大堆黑果果回到了家里。阿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多多，是不是找到什么好东西要给阿奶看了？你们把驴粪担子捡回来干啥玩意儿？这几个倒霉孩子不嫌臭吗？是妹妹让我们捡的。我看这个好像也不是驴粪担子吧？驴粪担子很光滑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磕磕巴巴的，没有驴粪担子好看呀。哎呦，阿奶的乖宝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又不高兴了？爹，他说我呀，王传满，你才是个蠢驴粪担子，一天天的就知道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的，多大的人了，能不能长点心？看见你，老娘起码要折寿10年，给我起开点。娘，我不是不知道那是多多捡的吗？几个孙子都不敢动弹，全都在院子里排站，每个人都捧着驴粪担子，一副等着被揍的样子。是多多妹妹要的，我们也都同意了的。多多，累着了吧？来，阿奶看看你都找了什么好东西。阿奶，你看，好多的哦。多多，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？在山上呀，在好大好大的树下面，多多挖了一个坑，坑里就有呀。阿奶，是松树，松树底下埋着的，不知道是谁埋的。这太缺德了，也不埋远点，害得被妹妹找到了。王老太想了想后，去拿了个装鸡蛋的竹篓，把他们身上的松露全部装了进去。娘，你不会真要把这驴粪担子留着吧？这可不行呀，万一多多以后也认为这驴粪担子是好东西，跑去玩。就你长了一张嘴，会巴巴是吧？水挑完了吗？的涂完了吗？鸡圈整出来了吗？娘，我这就去。阿奶，你去哪呀？阿奶去找林大夫，你在家里玩一会儿，
阿奶晚点回来。好的，阿奶路上小心哦。林大夫正在院子里晒草药，王老太把手里的篓子往他的草药堆里一放。哎呀，王家婶子，这些可都是……这不会是松露吧？还是黑松露？王家婶子，你这东西从哪来的？竟还有这么多，其价值不可估量啊！我们家多多去山里挖的，几个皮孩子以为是驴粪蛋子给捡回来了。瞧你这意思，这东西还能当个药材使喽？你确定是多多去山里挖的？是啊，我们家多多是个有福运的人，也是他去山里挖回来的东西，所以我才来给你看看。若是别的什么皮孩子，我才不会来问你。多多能遇见你们王家是他的福气，王家能有多多也算是你们的福气。不，也许我们林家村能救下多多，也是我们村的造化。你看这东西能值多少钱？你认识的药堂多，帮我拿去卖，卖得的钱我分你一些。王家婶子，这黑松露可值不少钱呀，干松露只挖上指甲盖那么一点，就要好几两银子了。你这些怕是价值不低呀。王家婶子，你交给我，我都害怕。我都不怕你贪了去，你怕什么？把它交给你，你能卖多少都是你的本事。你到时候要是能骗到我，那也是你的本事。王家婶子，其实我也有个小要求，我想问问多多是在哪儿挖的。回头让家里那几个崽子带你去。好，那这东西我就帮你拿去问问价，此事包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你看着来就行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只是我们家多多的事情，也要多劳烦你。哪里，多多是我们林家村的人，我自然会护着他。小药童，麻烦给我配一副感冒灵。嘿嘿，雪中送炭的富豪来了，你吃这个吧，这个是特效药，见效快。你这小药童怎么回事？你就给我拿感冒灵的配药就行了。不吃这一套是吧？看我的念经大法。只见小药童又从柜台里拿出一副写着“很贵”2个字的药包，说道：“这个比感冒灵还要灵，你先这样，再那样。”秦淮看到陆游如此蒙圈的样子，示意护卫去处理。怎么回事？强买强卖吗？陆游，快醒醒！只见小药童又继续在耐心的说道：“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是妖他妈生的。”小儿斗胆！不要啊！住手！你看看你们脾气这么大，这是肝火太旺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这是特效降火药，你们得买一点点回去试一试。药房掌柜丢出一箩筐药，上面写着泻火2字，差点被这2货给气死。公子，那要不我直接来硬的？你不要过来啊！你们先别硬来，先暂停一下，且让我好好看看这方子。多多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真是太及时了。多多他们挖到了很多松茸，听林大夫说是上等好药，就送来县里了。哇，这莫非就是精灵说的阿拉伯数字吗？精灵，你快出来看看呀！大家好呀，请问这方子从何而来？你问他。停一停。陆叔叔，这个药方看来是个舶来品呀。我们要买这个特效药，要多多的，直到装满我们的马车。陆大人，快回魂了呀！陆叔叔，这个药方看来是个舶来品呀。多多好眼力，确实是由番邦所来。想当时，我的线人发现了他们的船舶损坏，马上安排了人马去抢。马上安排了人马去救他们的船和货物。可惜，那些货物都坏掉了。多多，我们的万灵水能复原坏掉的货物，变废为宝哦。陆叔叔，能让我们去看看那些坏掉的货物吗？可以，但必须把那个特效药卖给我。
陆游指引多多一行人来到废弃的仓库，里面的货物都只剩下损坏的物件或发霉变质的植物。但多多发现了很多有用的种子，虽然已经坏死，但他依旧收集起来，让哥哥们打包带走。这土豆埋在地里，真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了呀？你浇了这么多灵水，肯定已经长大了。你快快挖开来看看呀！对呢，我去叫哥哥来挖。嘿嘿嘿。哥哥，你挖的时候要先找到它的根茎所在处，然后沿着四周深挖，不要直接沿根挖，不然土豆会坏掉的。多多，你确定这个长好了吗？我还没见过什么豆是没长出土地外面就可以收了的。是呀，多多，要不还是等它长出来再挖吧。哎呀，既然它叫做土豆，就当然是只长在土里的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长出来了，长出来了！不过不是土豆，是土鼠吧？哼，这不是土鼠啦，这是地鼠。竟然害我被哥哥笑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 ！Ready go！ 哎？哎？哎？哼！嗨！嗨！哈！哎，没想到不用挖就得到大土豆了呢。哦，这个就是土豆吗？这么大个。你先放小哥哥下来，地鼠已经被我赶跑了，不用怕了啦。我们一起挖土豆吧。羞死人了！多多，这么大一个，我们要怎么吃呀？哦，对哟，大土豆可以拿来做大薯条呀。嘿嘿，我让爹爹给我做。经过多多的指导，某某村竟做出了这个世界的第一根薯条，居然还是加长版。阿奶阿奶，多多请你吃薯条呀！哟，多多，这个是什么做的？怎么这么大一根呀？阿奶，这个是用土豆做的，做好后第一个要给阿奶先吃。多多真乖，刚刚你说这个叫薯条吓阿奶一跳呢，我还以为是老鼠的那条尾巴呢。啊，多多，这不会真是老鼠尾巴吧？这么大的老鼠尾巴我还没见过呢。不是的啦，这是土豆做的，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呀。你确定这玩意是豆子做的，而不是老鼠那条尾巴做的？哼！阿奶快吃！你们是不是不喜欢多多做的薯条呀？王老太拿着薯条上下打量着，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入口，但闻着味道很香，闭着眼睛就吞了下去。哦，太香了！没想到这土疙瘩看起来平平无奇的，却如此美味，外面酥脆，中间绵软。不过这么大一根，怎么都不敢相信是用豆子做的。哎呀，不是普通豆子啦，是土豆。哎，嘿嘿嘿，这，你管这个叫豆子？哎呀，这个是土豆啦，和你想的豆子是不一样的。叫土豆也太老土了吧，不如就叫马铃薯吧。这哪都不挨着边呀，是怎么想出个马铃薯来的？大人不好了，小公子说他要到村里去住。什么？陆游去找秦淮时，看见那小子已经打包好了行李，
人都坐在马车上了。小祖宗，我叫你祖宗行不行？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我这里忙得很。现在整个永定县还有10多万灾民都要我去安置，你又在这里闹幺蛾子，你是要我怎么做？秦淮仿佛看不见陆游的急迫，半点不为所动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消停点行不行？等我把这里的事忙完，我就送你回去，行不行？陆游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。这时，秦淮忽然重重咳嗽了一下，嘴角溢出了带着乌色的血。他极为淡定地拿出怀里的手帕，将血迹擦去，随手丢在一边。你怎么吐血了？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怎么了？3月，我的10日。说完后，秦淮便闭了眼，不愿多谈的样子。陆大人，请放心，夫人已经下令撤去所有人手，公子不会闹事，也闹不了事，他只想好好过完最后的日子。怎会如此？那你们打算去哪个村？去丰安村吧，听闻那里有一片桃林，公子想去看看。那我给你安排2个人，再带个大夫，送你们一起过去。再多就没有了。近来县衙里人手也紧张。不必了，我护送公子就好。那大夫呢？还有必要吗？世家，我们走吧。陆游一噎，到底没再多说，目送着马车离开。阿奶，多多要种地，来要2种的。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，怎么了？还想玩呢？种地很累的哟。不累不累的，五哥哥会帮多多的，嘿嘿嘿。是啊，我帮妹妹一起种地。那行，阿奶给你们指一块地，你们就在那种吧。王老太二话不说，抓了一把家里的小麦递给多多，又把他们带到后屋的山坡上，指着一块杂草丛生的地说：“你们就种在这儿吧。”好呀好呀。王老太说完就走了。多多兴致勃勃的就拿着小锄头挖呀挖呀挖的，挖了10多下之后就累了，小嘴一张一合的直喘气，跟上了岸的鱼儿似的。五哥哥，多多好累哦，你帮多多挖一下吧。哦吼！多多，一把万灵水给你哥哥喝。对哦，我怎么给忘了？五哥哥，多多给你水喝，甜甜的水哦。多多拿出灵水递给王五郎，王五郎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眼睛都瞪圆了。瞬间充满干劲。妹妹，你还要种多少地？五哥都给你包了，只要你天天给我喝甜水。好呀好呀，哥哥真好。王五郎任劳任怨种地的时候，小多多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有些无聊，就颠颠的跑走了。跑到村口的时候，胡老太爷正在那里给村里的小孩板鼓。多多来了，来太爷爷这儿坐。正巧一辆马车也正停了下来，有人掀开车帘，一个小少年冒出头来。多多第一时间就看见了秦淮。哇，小哥哥小哥哥，这多多在这儿呢。忽而秦淮将冷了许久的嘴角缓缓上扬。终于找到了呢。咦，怎么会有马车来我们村里？难道是走亲戚的？小哥哥，好好看的小哥哥。多多话音刚落，其他孩子也围了上来。哇，这就是马呀！我怎么觉得和村长家的驴子差不多呀？这个车看起来好大呀，比驴车大多了，能遮风，能挡雨。嘿嘿，这下运粮食一定不会淋湿了。多多妹妹说她长得好看，是真的耶？放屁！明明是她的衣服好看，我要是有这么好看的衣服，我也好看。切！你脸上全是鼻屎，你哪里好看了？哼，我就好看就好看。小哥哥，你是来看多多的吗？你是来看多多的吗？是吧？你想多多了吗？多多好想你呀。秦淮仍不说话，但他把另一只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了一个纸包，当着小多多的面打开，里面赫然躺着一只糖葫芦。谁知多多看看秦淮，又看看糖葫芦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多多，多多，
你怎么了？宝，你可别哭了，我头都要被你哭大了。小精灵，小哥哥他不喜欢我，可是我好喜欢他呀，他长得好好看的，他还送我花花。他也喜欢你啊，你想想，上次那个糖葫芦不是你阿奶送的吗？你阿奶那么喜欢你，所以才给你买糖葫芦。这个小哥哥也是呀，他只是想对你好，又不知道你不喜欢糖葫芦。真的吗？是呀，不信你问他。秦淮还是不说话，微微点头，然后看向赤甲，赤甲又把手中的花束递给了多多。哇，花花，多多喜欢。四哥哥，我们去摘花花，我也要给小哥哥摘花花。说完，多多就直接拉着王四娃一起走了。两位这是？哦，我们是来贵村住的，在这住。我们村刚刚遭逢雪灾，还没缓过气来，也没多余的房屋给你们住。若是你们来观光，不如去丰安村，听说那个村子没遭灾，风景也是好的。村长有所不知，我们此次前来是给公子养病的。我们公子从小体弱，有高人说你们村是藏风聚气的好地方，建议我们前来此处暂居，说是对病情有好处。您就当是行好，我们不白住，每日会给你们10个铜板的住宿费，如何？说什么钱不钱的，主要是孩子养病要紧。我看看，给你们安排在哪儿住。听说你们这里有户老王家，不知可否住他们家？老王家的鸡圈确实还是空着的。然而，无论林村长怎么说，王老太都是不同意。林村长没有办法，只好去告诉赤甲，让他另外再找地方。是不是10个铜板太少了？我还可以加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是不知道，老王家可是出了名的倔。他们不同意的事，就是说破天了去，他们也不会同意的。那请问离他们比较近的是哪家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子在县城里的时候，和那个小姑娘一起玩过，当时就挺喜欢她的，所以现在想着隔得近点。离老王家最近的就是胡三家，他们家的二娃子在外面做工，常年不回家的，应当是有空屋子。为防万一，林村长又去胡三家问了。胡三当即表示欢迎，并且主动腾出主屋来，让赤甲2人住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给你花花。你是谁？我是多多呀。小哥哥，你忘了吗？我告诉过你我的名字的。你也可以叫我福宝宝哦，大家也喜欢这样叫我。这时，团子的声音忽然响起：多多，他快要嘎了。他的身体很弱，而且身体里还有毒。多多吓呆了。秦淮看到小女娃望着自己，忽然就跟个木头人似的。然而下一瞬，小女娃暖乎乎的小手却忽然盖在了他的手上。小哥哥，你会很痛吗？秦淮本感觉胸口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，也想要剧烈咳嗽，但多多靠近时，那种痛苦感忽然就如潮水般退去。原来之前在县城里真不是他的错觉。他怎么知道自己会痛？多多给你呼呼就不痛了。此时多多心里想的是把水给小哥哥。多多，你看，灵水很珍贵，你的水给你家里人，是因为他们对你很好；给村里人，他们也对你很好。你给这个人没有任何好处，他也没给你什么，他对你也不好。小哥哥对我也很好呀，你看他是不是很好？秦淮想把自己的手抽回来，冷冷看着多多道：放。小精灵，你看，小哥哥都不跟别人说话，只跟我说话的。恰好此时赤甲回来了，肩上扛着碗口粗的大树，在他后面胡三也扛着一棵树，却是比赤甲扛的还要粗上2圈。他们这是准备在老王家和胡三家中间盖一座房子。你们这是要建房子吗？满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位赤兄弟可能是没做惯粗活，不怎么扛得动。后山还有2棵树，你跟我一起扛回来吧。好。多多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哥哥他们呢？
怎么没人带着你？五哥哥在帮多多开荒呢，四哥哥在帮多多摘果子，三哥哥帮多多摸田螺，他们都好忙的呀。那个，让小小姐和我们公子玩吧。嗨，我们就是一群泥腿子，哪里当得起喊什么小小姐？你就叫她多多就好了。说完，王传满就去帮忙搬树了。此时多多说带秦淮去村里转转，可秦淮死活不肯去，甚至连话也懒得回，气得多多跺脚走。秦淮不理多多，他心里一直不高兴。路上遇见别人和他打招呼，他也蔫巴巴的回应。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河边，村里的一群孩子都在这里。三郎，那不是你妹妹吗？多多，三哥在这儿呢，快过来。多多，你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哥哥揍他去。哼，多多再也不喜欢小哥哥了。小哥哥不和我玩，但是不可以打人。小哥哥没有打我，你也不要打小哥哥，他只是不喜欢我。多多别生气了，那三哥给你抓鱼，抓好多的鱼，咱烤鱼吃，还有摸螺丝，做螺丝汤，不管他了。还是哥哥好。多多给哥哥喝甜水，抓多多的鱼和螺丝。太好喝了！喝完灵水的王三郎瞬间充满力量，只见王三郎一个泰山压直接跳进水中，两条鱼便被砸向空中。三郎起身站定，用手把空中的鱼全部打到岸上。哇！哥哥好厉害的！多多，看三哥的，我再来个鱼跃龙门，再一个翻江倒海，嘿嘿，三哥哥好棒！今晚有烤鱼和螺丝汤吃了。不一会，王三郎就抓到了满满一桶鱼和一大桶螺丝，螺丝桶里还抓了不少蝌蚪。哇，黑黑的小鱼，这是蝌蚪，长大后就是青蛙，专门吃虫子的。多多眼睛发亮，趁着王三郎不注意，小手往空间里捧了好几次。小精灵，小精灵，我要养蝌蚪。长大点，等崽子长大点，就懂得空间的珍贵了，他自己就会嫌弃这些东西了。现在随他去玩吧。王三郎抱着两个盆，高高兴兴地带着多多回家了。一进门，多多马上跑到王老太身边。阿奶，你看三哥哥抓了很多鱼，螺丝也摸了一大堆。今晚我想吃烤鱼和螺丝汤。好好好，多多想吃，阿奶就做。阿奶，你看我抓了这么多鱼和螺丝，就你那点本事还抓鱼？平时整天跑河边疯玩，也没见拿回一条鱼来，肯定是多多的功劳。阿奶，是三哥哥抓的呀，三哥哥可厉害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三娃也算出力了，你拿进厨房吧，阿奶现在去烤鱼去。哇，这烤鱼也太香了，还是多多厉害，每次出门都有好东西。是呀是呀，真香呀。老五，这鱼是我抓的。三哥，哪次有好东西不是多多发现的？就村里那条小河，你见过这么多鱼吗？这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。三哥，你就承认是跟着多多捡的吧。哼，你们不信，明天我再去抓便是。行行行，那你明天再去，我和多多上山抓野鸡，看你明天还抓得到吗？不行，明天多多和我去摘果子。四哥，你傻呀？你想吃果子还是吃肉？多多肯定是跟我去抓野鸡呀。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，那我们上山抓野鸡吧。好吃，那明天我们再上山抓野鸡吧，抓野鸡吃肉肉。看到这，三娃也没有信心独自去抓鱼了。明天我也和你们一起上山抓野鸡。此时，住在林三家的秦淮已经第30次朝着院子外望去了。公子别看了，多多小姐不来了，
他跟他哥哥们去山里了，村里的小孩都去了。多嘴，我又没问你。既然公子不感兴趣，那我也就不说他们具体去哪了。等等，我有些不舒服，带我去查查他身上的玄机，看是不是他搞的鬼。公子，你的演技有点稚嫩哦。赤甲发现，自从公子来了林家村以后，各种言行也越来越像是一个真正的6岁孩子了。比如现在，他就非常幼稚，非要他变出一包糖来。公子，这里离最近的镇也有20里，属下这一来一回也得2个时辰，属下还要保护您的安全。用轻功1个时辰足矣。算了，先进山，等回来再说。次日，一帮孩子们又来到了那个所谓的山鸡窝边，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山鸡早已经跑了。你怎么不让你家小羊帮忙呀？我看他好厉害，上次你们家小羊表现得太英勇了，居然会遇蛇爱。你说他是不是一只神羊？那就是运气，我们家的羊还是村长家送的，那你怎么不说是村长家有神保佑啊？这羊好小呀，坐在它身上会不会压扁去呀？不会的，它就喜欢驮着我妹妹，要是多多不让它驮，它还会生气呢。你们是在找山鸡吗？一道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孩子们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就见到赤甲正带着秦淮在旁边站着，赤甲的手中赫然揪着一只山鸡。小哥哥，小哥哥。秦淮走过来，把身后背着的手拿出来，只见他手中握着一个很精致的花环，用藤草细细编织了，还点缀着颜色各异的花朵。哇，好好看的花花呀！送给你，要吗？哎，是不是他欺负过你？多多，咱们不跟他玩。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山鸡，还可以帮你们捉山鸡哟。多多，咱们王家人最大度了，一点小错误就原谅他吧。这五弟也太丢脸了吧！王五郎尴尬，刚想把摘到的几颗覆盆子递给多多，旁边就伸出一只小手来，掌心赫然放着2颗红彤彤的覆盆子，红的比较甜。王四郎找到了2朵野花，比多多的手还要大，他刚刚捧过来，鞋里又伸出一只手。这个香。谢谢四哥哥，谢谢五哥哥，谢谢小哥哥。赤甲带着众人往有山鸡的地方走去。众人还没走多久，就看见有2只山鸡飞过，他们似乎感受到了危险，还有几十步远就已经远远逃走。快，有山鸡！叔叔赶紧捉，山鸡飞走可就捉不到了。赤甲叔叔加油哦！赤甲之前已经答应了教几个孩子们捉山鸡，不过山鸡已经飞远了，他干脆把自己手里的木棍掂了掂，瞄准山鸡飞去的方向，木棍一甩，只听见咯咯咯的叫声传来。哇，打中了！2只都打中了，好牛呀！哇哇哇，赤甲叔叔好棒呀！还抓吗？当然要捉了。赤甲叔叔，你这么厉害，不去当猎户太可惜了。是吗？那可以考虑考虑以后退休了去当个猎户。多多这时打了个哈欠，他们出来已经1个时辰了，多多有点累了。多多妹妹，你是不是困了？多多不困，还可以玩，还想看赤甲叔叔捉山鸡。几个哥哥看到多多有点困了，于是便找来了一些干草。妹妹，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们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王五郎眼睛左右看了看，想着让谁在这里守一会儿。秦淮就主动坐在多多旁边，也打了个哈欠。我困了。公子，你这让我有点难办了，那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？赤甲叔叔，你带哥哥他们去捉山鸡，我陪着小哥哥就好了。赤甲还没说话，秦淮就点头表示同意。赤甲还能说什么呢？他只好带着一群跃跃欲试的小子们走。小哥哥，你现在还讨厌多多吗？要是你还讨厌多多，多多会离你远一点，不会打扰你的。没有讨厌，如果真的讨厌，也不会从那么远的地方跟过来了。你很可爱的多多，我想在这么可爱的你身边走完我短暂的人生。多多，你可以叫我阿佑哥哥。阿佑，可是小哥哥不是叫秦淮吗？阿佑，这是我的名字。
好棒好棒，秦淮哥哥会写字耶！村长爷爷说，会写字的都是聪明人，秦淮哥哥好聪明哦。说好叫阿佑哥哥的。阿佑哥哥棒棒的。秦淮心里满足了，他刚想笑，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发痒，忍不住猛烈咳嗽起来。越想止住咳嗽，越是咳得厉害。秦淮咳得不能自己，忽然就咳出一声气来。阿佑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对不起，不是有意的。阿佑哥哥，你是不是快嘎了？多多慌里慌张的拿出装灵水的瓶子，再抬起头时，却发现秦淮已经晕倒了。多多也想不了这么多，直接把水灌进了秦淮嘴里。做完，多多困得直接倒在秦淮身上睡着了。等到赤甲带着一群小子捉了山鸡回来，远远就看见2个小家伙躺在草地上，他猛地奔过去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心都凉了。众人见状，二话不说就带着2个娃娃下山了。王五郎等人回到老王家后，王老太看见身上有血的多多，虽然问清楚得知不是多多的血，但是王五郎等人还是没逃脱一顿竹笋炒肉。那个叫什么秦淮的小子，本来就是来这里养病的，他这病看来不轻啊，还会吐血，会不会传染啊？这事儿我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林大夫。林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有事，而且是大好事。林大夫，我们进堂屋说。王家婶子，之前你让我卖的那个松露，我遇见一个药材商，他愿意以550两的价格全部收购。我觉得价格合适了，便全卖掉了。这里是银票。多谢林大夫，你跑这一趟也辛苦了，这50两银子就算是辛苦费吧。这使不得使不得，之前你们家几个小子带我去挖松露的地方，我也挖了一小丛，虽然比不上你们的那么多，但也卖了个好价钱，那已经足够当辛苦费了。林大夫和王老太又寒暄几句后，便离开了王家。多多，你可别忘了要完成任务呀！现在有钱了，你跟你阿奶说，让她同意你种地，不是那个小山地，要一大块地，你把那个2种种进去。阿奶，精灵说要让我种地，要好多好多的地。那你要多少呀？要一块种出的东西值500两银子的地，要500两。不是要500两，是种出的粮食价值500两。嘿嘿，精灵说了，是要500两。好，阿奶明白了，明天就去村长那买地。草莓终于成熟了。哇，好好吃呀！小精灵，赶紧帮我一起摘草莓呀！我要拿去给阿奶和哥哥们吃。好的呀。上次卖松露的钱到手以后，王家就在村里买了很多地，一家人都在忙着种粮食，而多多就开始了各种新鲜品种的尝试。这不，先种个草莓试试。阿佑哥哥，阿佑哥哥，多多你来了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啊？都好几天没有见你了。嘿嘿嘿，阿佑哥哥，多多最近在种草莓呀。今天草莓熟了，我马上拿来给你尝尝了。草莓？什么是草莓啊？草莓就是草莓呀。之前多多得到的种子，这个最大的给你吃。秦淮接过多多递过来的红色果子，浓郁扑鼻的香味袭来，是他从来没闻过的。这红色果子，饶是见多识广的他也没见过。阿佑哥哥吃，多多去找哥哥们啦。公子，这草莓是何物？为何从未听说过？公子的身体能吃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不过是多多自己种的一种水果而已。不过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就只有1颗，你就不要想了。你看我吃啊，等下告诉你好不好吃。
为什么我会一直流口水呀？我怎么感觉闻到了一股好吃的味道呢？你做美梦了吧？一做事就想偷懒。不是，你仔细闻闻，我真的闻到很好闻的味道了，好像是什么水果，肯定非常好吃的那种。闭嘴，阿奶过来了。老四、老五又想偷懒是不是？整天不是去山上乱窜，就是带着妹妹闯祸。阿奶，我们没有偷懒。阿奶，你有没有闻见什么味道呀？像是什么水果香香的。见过傻的，没见过这么傻的。你问阿奶是不是又想挨揍了？什么香香的？阿奶没有闻见，倒是阿奶的鞭子香香的。你还想吃竹笋炒肉吗？阿奶，我不是故意偷懒的，竹笋炒肉就算了吧。哼！多多来了。阿奶，哥哥，我给你们带草莓来了，是多多种的哦。草莓？就是你种的那个吗？草莓是妹妹种的吗？妹妹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嘿嘿嘿，草莓就是上次陆游哥哥给的种子哦。因为哥哥们对多多也好呀，所以种出来赶紧拿来给哥哥们吃。阿奶，这个给你吃。好，多多最乖了，不像你几个哥哥，就是皮猴一个。阿奶，哥哥们也很听话的，要不先给他们休息一下下，尝尝我的草莓吧。好，既然多多说了，大家就休息一下吧。阿奶最好了，那我把草莓分给哥哥们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多多，这是陆游给的种子吗？这果子也太好吃了，还留有种子吗？这个拿去卖给县里有钱人，肯定也会受欢迎的。有啊，阿奶也要种吗？多多可以帮阿奶一起种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多多和阿奶一起种，多多最乖了。好啊，种草莓做任务。下午，多多拉着王五郎回家给爷爷送草莓。爷爷，给你吃草莓，可甜可甜的了。好啊，爷爷尝一个，咱们家多多真乖。嘿嘿嘿，爷爷，我们家是不是有一种好大好大的蝴蝶，可以在天上飞，还可以扯一根线？有呀，等一下爷爷就给你做，不过家里没有那种纸了，林老太爷家倒是有，你和你五哥过去问问。好的。王五郎拉着多多就出去了。路过林三婶家时，多多忽然就看见秦淮用一种奇怪的姿势蹲在院子。五哥哥，你去找林爷爷吧，多多在这里等你。你这是有了别的小哥哥，就不喜欢自家亲哥哥了？没有呀，多多喜欢阿佑哥哥，也喜欢五哥哥。刚才多多陪五哥哥玩了，现在我要陪阿佑哥哥一起玩一会了。多多进到院子，看到秦淮正在扎马步，赤甲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土堆，上面烤着几只野山雀。阿佑哥哥，你刚才在做什么呀？这样是在做什么？我在练功呢，想着以后有没有机会像赤甲一样带你去抓野鸡。嘿嘿，阿佑哥哥真好。哇，谢谢阿佑哥哥。多多要给阿奶一颗，阿娘一颗，五哥哥一颗。多多，你不用数了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你拿回去分给家里人吃吧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多多吃不完的。阿奶还说了，不可以要别人的东西。这是你阿佑哥哥专门给你买的。哇，你们真好呀！公子，多多来吃烤山雀了，
谢谢赤甲叔叔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！我留一个腿给阿奶吃。秦淮看了赤甲一眼，赤甲他突然有点痛苦，自己明白了公子这眼神的含义。公子，你忘了我是你的贴身侍卫了吗？我不是打猎的。呵呵，快去吧。这好吧，让你手贱去捉野味，现在好了吧？得捉个够，我容易吗？我之前要用轻功去县里买糖，现在还要用功夫抓山雀。唉，嘿嘿。多多，还是哥哥来吧。是啊，妹妹你还小，拔萝卜还是给我们来吧。嘿，嗨，嗨，怎么会如此？四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一个萝卜都拔不动，以后你怎么照顾妹妹啊？老五，你也别在一边说风凉话，你行你来试试。哼，试试就试试。嗨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妹妹种的这个萝卜好像不一般，我只是一时大意了。你们都别磨磨蹭蹭的了，我们一起上。哥哥们加油哦！哎，妹妹，这萝卜也太大了吧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萝卜。是呀，这个大萝卜我们家吃一天都吃不完吧？嘿嘿，那当然啦，这可是我用灵水灌溉过的，这是正常滴啦。常规操作，常规操作。不愧是妹妹，种出来的萝卜就是不一样。哥哥们，快再拔几个出来！阿奶、爷爷、爹爹。多多，这是……嘿嘿，阿奶，这是多多种的大萝卜，晚上我们吃炒胡萝卜丝呀。这萝卜怎么会如此巨大？这是胡萝卜？是的呀。但这也太大了吧！我们村可从来没人种出过这么大的胡萝卜。也还好吧，精灵说还可以长得更大呢，但是再大的话就不好拿出去卖了。王老太是知道精灵的事情，赶紧抱起多多，发话帮多多掩饰。你们知道什么？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也就这点出息了。这是陆大人给的种子，是外域的品种，你们当然没见过。你说的是就是吧？对，正常。这几个是最大的吧？不是呀，都很大的，现在才扯出来3个哟。哥哥们才拔出3个都没力气了，其他还要爹爹你们去拔哦。王传满听完有点小无奈，乖女儿时时刻刻惦记着给爹爹找事做呢。上次摘大芭蕉可不轻松呢。拿去厨房吧，晚上做胡萝卜丝炒肉，今晚有肉吃。今晚吃胡萝卜，吃肉了。下午时，老王头就做了风筝出来，多多带着风筝去河边放。村子里其他小孩看见了，也吵吵嚷嚷让自家大人做。只过了1天，已经满村都是放风筝的小孩了。第2天，多多带着风筝去邀请秦淮。秦淮看着风筝的目光有些嫌弃，好丑！这是爷爷做的，很好看的呀。哼，一点也不丑。秦淮不说话了，他把风筝拿过来，放在院子的桌子上。赤甲会意，从房间里拿出笔墨纸砚，秦淮就沾着墨水，在风筝上3两下一画，寥寥几笔，
那只空白的蝴蝶顿时就有了风格。一只精美的黑色蝴蝶出现了，加上草纸本身的黄色，竟然刚好组成了一些漂亮的纹路。哇，好美呀！阿佑哥哥，你真的好厉害呀，怎么什么都会？多多高兴极了，拉着秦淮，拿着他最特别的风筝，当即就要去放给村里的小伙伴们看。结果大家看到那个风筝后，全都央求秦淮帮忙画。秦淮当即冷着脸拒绝了。你这人好没意思呀，我们叫你帮忙也是想跟你做朋友的呀。阿奶说了，帮忙是要人家情愿，要是人家不高兴，就不能逼人家帮忙。你们这样是不对的。大家被小多多说的脸一阵通红，也不好意思逼秦淮了。但还是借了秦淮的笔墨，在自己的风筝上胡乱画，结果一个比一个画的丑。那笔可是20两银子买的，又快分叉了。那墨块10两银子买的，都被磨了一小半去了。阿佑哥哥，你这么厉害，干嘛自己不做一个风筝呀？我不喜欢放风筝。但是我想看阿佑哥哥做的风筝啊，阿佑哥哥最厉害了，一定比我们做的都好。秦淮哪里经得住多多的彩虹屁，赶紧示意赤甲回家做风筝。哇，不愧是阿佑哥哥，这个风筝又大又好看呢，可不可以给多多放一下呀？给你。放大风筝喽！多多也飞起来了，嘿嘿嘿！妹妹，慢点！不好，妹妹要被带到天上去了呀！好像多多拉不动大风筝了。妹妹，还是哥哥来放给你看吧。等下妹妹被风筝拉走了，可不行。是啊，哥哥能拔大萝卜，有的是力气。多多，我们在旁边看吧，给你哥哥们试试。好的呀。随着风筝飞向空中，3个娃娃猝不及防，被风筝拉着向前跑了一段距离。好在适应后没一会就控制住了风筝。呀，哥哥成功了！阿佑哥哥的风筝飞上天后更漂亮了呀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城里来的小公子就是厉害，做的风筝也这么厉害。听着多多和村里小娃娃的夸奖，看着空中的风筝，秦淮内心也是十分高兴的，原本冰冷的内心也慢慢开始暖了起来。自从多多让王老太买了很多地之后，王家的所有人每天都忙着耕种。多多，你赶紧写写，这块地没剩多少了，让他们去做就行。你别忙活了，去那棵树下坐坐，可别中了暑气才是。多多，过来喝点水吧。多多不渴，你们喝吧。我还要把剩下的坑坑填满呢。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的。其实任务也没有时间限制的，你可以慢慢做，今年完成也行。精灵看崽子那么拼命，真是怕把他给累倒了。多多汗水滴在地上，觉得有些困了，但还是努力揉了揉眼睛。我会好好做的，精灵，你不要担心。这一种又是3天，王五郎等小子们也累得骨头像散架了一样。多多也在精灵的指挥下，给家里的水缸多加了一点万灵水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喝了水的大家忙碌那么久，还是觉得特别累。老大，你过来。这20两银子，你拿去给林村长，感谢他帮忙跑前跑后的买地。王传福还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手都发抖。把胸膛挺起来，你是老大，不要做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。才20两银子就把你吓成这样了，干不了这事就交给老三去，别做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我这就去。
老三，明早你拿着2两银子，看是去镇上还是去隔壁村黄屠户家买20斤肉回来，记着让他搭5斤的猪下水当天头，另外再买2把镰刀、1把柴刀，鸡仔和鸭仔各10只，2两银子都给你。把我说的这些东西买回来，只能买多，不能买少。银子不额外补贴，若是有剩的，那也是你的本事，自个儿留着，不必跟我报备。这事要是办好了，嘿嘿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存上不少私房钱呢。而且这还是过了明路的私房钱，娘肯定是不会收走的。娘，这些东西太多了，我怕相公记糊涂了，我和他一起去吧。随便你。这次买地，村外面的地就交给外面的人种了，村里的地看样子我们一家人肯定也忙不过来，我们只留20亩，剩下的老4你去看村里有谁愿意种的，就让他们种。村里人咱也得帮一帮。娘，要是村里的人不乐意种怎么办？那是你该处理好的事。要不要我再教你怎么走路，怎么吃饭啊？儿子去想想。如果你事情没办好，明天也别回来了，自个儿在外面反省反省。第二天，王传满先去看了村里的30亩良田，然后和路过的村民们聊了几句，告诉他们这些地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家了。这下子，老王家发财了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。不得了了，老王家发财了呀！他们家都变成大地主了。王家突然这么有钱，哪里来的？村民们好奇议论纷纷，自然也是忍不住问道。王传满比他们还要懵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些地都是我娘买的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旁边的周寡妇现在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别人觉得不太好意思，她倒是觉得没什么，所以周寡妇直接就去了老王家。王家婶子，你们家一下子买那么多地，可是种得完？要是有多的话，就分2亩给我们家种吧。佃农是怎么收的，你就怎么收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们家只留20亩自己种，剩下的都分出去。你自己出种子的话，我们就按照5-5分；若是我们出2种，就按照3-7分。我们7，你分3。两人又交流了一下细节，最终确定了租地的事，由王家出2种3-7开。对了，你看村里还有哪些人要种的，喊他们一起来吧。那好，我这就和他们说。不多久，王家租地的事就在村里传开了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村民谈租地的事。大家都是邻里邻居，我们老王家也只是运气好，日后大家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也不指名道姓给谁种了，前面周寡妇来时已经要走了2亩地，剩下你们就抓阄吧。最后大家当真来抓阄了，用的材料就是老王头平时编织的竹片，抓到短的就可以得到半亩地，抓到长的可以得到1亩地，抓到半长不短的就什么也没有。我知道你们都在好奇什么，我们这钱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，是用商货换来的，这只是几个孩子偶然找到的。林大夫也知道，你们可以去问问，在哪些地方比较容易找到。那个，能不能让你们家多多陪着我们一起去？然而回应他的却是王老太那吃人的目光。蒋大花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到底能不能。林三婶根本不等王老太继续说，拔腿就跑。我想起我家的猪还没喂呢。你们家有个屁的猪，你跑慢点，看我不给你吃大板栗。大家最后都觉得老王家真是厚道，别人要是知道这么件事，那估计捂一辈子都不会说。闲聊着，人群就散了。人群散去后，多多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多多，你这是要出去玩呀？不要一个人出去，让你五哥陪着。还有，你这半块饼是要送给谁的呀？
多多肚子吃得好饱了，这个是拿去给阿佑哥哥的。王老太想着那个隔壁的情怀，之前让多多拿了一堆糖回来，也算是个有良心的孩子了。他又去到厨房里，重新拿了2个干净的饼子，交给多多。多多，自己吃过的东西再给别人吃是不礼貌的。哎，要给就要给干干净净的，给家里人没事，可对外面的人要更讲究些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王老太让多多明白，虽然阿佑哥哥和五哥哥他们都叫哥哥，但也是有区别的。为什么哥哥和哥哥不一样呢？多多，你看，你4哥哥和5哥哥他们都是一样的爷爷和阿奶，但他不是。哦，那多多知道了。5哥哥，这个饼子给你吃。妹妹，还是你最心疼我了，5哥好高兴呀。咦，你这包的是什么？也是饼子呀。这个多多没有吃过干干净净的饼子。阿奶说了，5哥哥吃多多咬过的，这个干净的就给阿佑哥哥吃，因为阿佑哥哥很特别哦。这理解能力真是绝了。咱就是说，心总觉得拔凉拔凉的。农忙时节已暂时过去，王传富又要想着去镇上做工。得知镇上有一个铁匠铺正在招学徒，他想着把王大郎送过去学点手艺。去做什么工？就你们那一个个小胳膊小腿的，能做些什么？还做学徒？学徒可是没有工钱的，给人家白干个3年5年。真要是闲得慌，就出去开荒，去山上找药材。你们但凡找到一个稍微名贵点的药材，家里都不至于这么穷。阿奶，我们可以带着妹妹一起上山开荒吗？不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个个脑袋里在想着什么。多多这么小，你们整天就想着让他干活，一个个的还有做哥哥的样子吗？阿奶，我可以的，多多可以上山。大郎、二郎，你们也跟着去，干脆全部都去得了。我眼不见心不烦。还有，老二等你腿好了，赶紧给我读书，不考个秀才回来，别认我当娘。娘，要不让大郎他们去学吧？你是有基础的，你可以直接去跟林老太爷那边学，能学多少是多少，要好好考，考不好我就把你的腿再打断。我觉得3弟和4弟也挺聪明的，要不让他们一起学，我来教他们。行啊，你问他们乐不乐意？他们乐意，我二话不说让他们都上学。2个弟弟估计比我还要排斥吧？为啥老娘偏偏对我这么严厉呀？王老太看到王传贵一副消沉的样子，就忽然换了语气。老二啊，我们家现在就靠你了。你看家里这么多人，又穷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出头。我们庄户人家就算熬出头了又能怎样？还不是被人欺负。老二啊，你要实在不愿意，娘也不逼你，娘就是这个命，娘认了。娘，你这就是在挖儿子的心啊！儿子去考科举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好，好。至于家里的几个娃，我是这么打算的，你们自己回去想想，就这2日给我一个答案，是要学武还是要学文？学武就在隔壁跟赤甲学，学文就和你们二叔一道去林老太爷家先上着，至少得考个童生回来。阿奶，我选好了，我要去隔壁学武，学好了武功我就去参军，然后当个大将军，到时候谁也不敢欺负我们家。什么？你要去参军？别人躲都躲不开的兵役，你还想去参军？你是不是想气死你老娘？娘，我们决定好了，五娃去学文，他肯定能给咱家考个秀才回来。王老太做事向来都不谨慎，这次能说这么大一通讲道理的话，也就表明他下定了决心，家里一定要多一些出路，而这些孩子也是出路。半个月后，秦淮房子落成那天，赤甲邀请了全村的人来吃饭，整整摆了20桌。这实在是太破费了，
村子里那么多人，哪怕一人吃一口，也是一个大开销啊。心意到了就成。呵呵，我们来村子里这么些天，也看到了村子里团结的一面。我和公子都很喜欢这里，也想长期在这里住，想趁此机会和村里的人多沟通沟通感情。如果村长觉得这样不妥，以后我们就不做了。哎呀，这说的什么话？你们房子都建在这儿了，也算是半个邻家村人，就算不请这顿饭，大家也把你们当做个人的。此时村民们吃着饭，而老王家的几个小子就在讨论着学武的事情。他们现在对学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只匆匆吃了几口，就赶紧丢下了碗筷，去旁边的空地上蹲马步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你还不知道呀？那个秦小公子的跟班说是要教老王家的几个孩子学武功，现在他们正学得兴起呢。旁边的村民们一听，脸上都满是羡慕。果然老王家站起来了，现在都可以送孩子去学武功了。这么多孩子都学，得花多少钱啊？我听说不要多少钱的，要不咱们也把孩子送去试试看。几个家中有孩子的村民心中蠢蠢欲动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找到了赤甲，想问问他能不能把自家的孩子也带上。赤甲先生，你看教一个是教，教两个也是教，要不把我们的孩子也一起教了吧？该交多少钱，只要您说一声，咱们绝对不拖欠。赤甲一脸蒙圈，怎么突然间又要加徒弟？只是看着村里人一脸殷切的目光，拒绝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就这样，赤甲的学生从老王家的4个一下子变成了20几个。随后的日子，赤甲每天在院子里教孩子，院子里每天都有嘻嘻哈哈的声音，大家过得格外快乐。至于王五郎他们就苦逼许多了，但最累的还是多多，既要练武又要学文。王家几个娃娃正在一块地里商量着种什么。那块地是王老太特意送给他们的，说的是从此这块地的所有事情都由他们来承包，以后产出的作物也是他们的。多多想种野果，各种各样的野果多好吃呀！可是野果种来干嘛？又不能拿来当饭吃，也不能当睡粮。大多数的野果稍微多吃2个还会胀气。爹爹之前跟我说，在县城里有一些摊子会卖果子，万一有人买呢？为什么要把果子卖掉呀？我们可以自己吃的呀。自己怎么吃得完呀？这么大一块地呢，全部都种上野果的话，那可得收好几筐。我们可以晒干呀。小童哥哥家的药材用不完，就会切了晒干，变成干药片。我们的果子吃不完，也可以把它切了，晒成小果子片呀。对啊，咱们家多多真聪明。小果子容易坏，把它晒干了再拿去卖，还能卖得贵点呢。要不就听妹妹的，咱们就种野果。山上的野果子虽然多，但也不是常有的，有些长的地方也不好摘，还不如直接种在地里呢。在山里都能随便疯长，咱们再给它加点肥，一定能长得更好。好，种果子，多多知道哪些果子更好吃哦。多多和哥哥们商议出地里要种什么后，当即就要去山里找种子。路过秦淮家时，赤甲问他们要去做什么。赤甲叔叔，我们要去山里找野果的种子，你要一起去吗？赤甲下意识回头，看见自家小公子坐在石桌边显眼的地方，扬声问道：公子，你已经看了一整天的书了，也该适当的休息休息，要不要去山里走走？阿佑哥哥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吗？还是别叫他去了，他蹲马步都蹲不赢我们，体力应该也不太好，还是让他在家里休息吧。好吧，那阿佑哥哥，多多自己去了，我会给你带果子回来的。真拿你没办法，我陪你去。太好了，阿佑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公子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很像一只小公鸡，还是抢着打鸣的那种？多多他们几个小孩在赤甲的陪同下，把山里的野果摘了不少。
现在撒种子下去，怕是要有些晚了。还不如直接把那些果子藤都移植过来，再长2年，有一些果子的种子会自己掉在地上，就不用怎么打理。哦，大家一听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又哼哧哼哧的去找了不少果藤过来。至于摘的那些果子，就全都给了多多，把多多的小背篓直接装满了。幸福的他直眯眼睛。这么多野果，多多当然是吃不完的，所以他悄悄放了一部分在空间里，让精灵帮忙保管。说是保管，一到晚上，多多就直接跑到空间里，把那些果子种了一半下去。多多，万领土的地方就这么点，你又拿来种野果了？野果好好吃的，多多喜欢吃呀。要淡定，淡定，要早点习惯。多多还小呢。野果本身生命力就非常旺盛，有一点营养，它们都能长得很高，更别说是种在万灵土里的。才第2天，空间里的野果藤就长出来了。那野果藤上已经挂满了沉甸甸的野果，红黄紫绿，像是一个个灯笼。哇，好多呀！这次不等精灵提醒多多，多多就直接去找刘氏。阿娘，多多又种了好多的野果哦。多多，你从哪得来的？嘿嘿，阿娘，这是多多种的呀，这个好好吃的。阿娘不吃，多多你吃吧。你有给哥哥们吃了吗？有没有给阿奶吃？还没给呢，先给阿娘吃。乖孩子，你有心了。我们先拿去给阿奶吃吧。因为阿奶是家里的老人，所以要先给老人吃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先去给阿奶。当王老太看到多多拿出来的野果，已经能够做到淡定了。她不像刘氏那么慌，而是问多多从哪里得来的，是自己种的，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提升过的？是精灵帮忙种的呀，种出来的野果藤太多了，能不能把它种到其他地里呀？你拿出来给阿奶看看。好的。多多把果藤从空间里拿出来，饶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王老太还是被吓了一大跳。这果藤实在长得太长了，根本就不像这个野果能长出来的长度，还有上面挂的野果，一个个的红得吓人。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多多，你给的这个东西很好，你先自己出去玩，我和你阿娘有事说。阿奶喜欢就好，那多多去玩了。就把那群小崽子的野果藤给换了吧，我们也别白天去做，免得被人看见。娘，我都听你的。当天晚上突然下了一场雨，等到家里人都睡了，王老太和刘氏便悄悄出了门。今晚的雨倒是恰到好处。娘，我来挑萝卜，雨天路滑，别摔着你了。做好你自己的事，别来管老娘。不多时，婆媳俩来到了娃娃们的地里，把多多给的野果藤替回来。为了不显得太显眼，他们还去村民的地里把其他普通的野果藤换了2、3株，甚至还将兑了水的灵水随机撒到了其他村民的地里。这样看起来，老王家地里的野果藤虽然奇异，但并不是唯一的。这大雨连着下了2、3天，到了雨停那天，大家迫不及待要去地里看看，生怕庄稼被雨给淋坏了。这是哪个杀千刀的，居然把树种在我家地里，缺不缺德？哎呀，这不是红果吗？天啊，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我家地里的莴笋怎么一下长这么大了？这都能吃了呀？这下的怕不是一场神雨吧？王老大呀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来看看，你们家这块地也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，这些野果藤都发疯了，这才几株啊，把整块地都占满了。还有，你看上面的果子，一个个的，好像比野果还要大上一大圈。那味道啥样啊？你们尝没尝？这不是你们家的地吗？
我们哪好意思尝呀？看来果真是神雨了，村里不少人的地都发生变化了，尤其是你们家这块山地变化的最多。一看这个果子就很不一样，还是老王家运气最好。哇，我们要发财了呀！哇，好甜呀！要是吃这个果子，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就好了。哦，我可以2天才吃一顿饭。你们就知道吃。之前多多说了种野果是要做成果干的。嘿嘿嘿，我们要把这些果子拿去卖吗？对啊，现在这野果这么甜，我们可以直接卖，或者做成果干卖也行。拿来做糖葫芦吧，我们都没吃过糖葫芦呢。糖葫芦酸酸的，不好吃。多多，这个野果这么甜，做糖葫芦肯定好吃。好像是呀，之前吃的都太酸了。那我们拿着野果做甜甜的糖葫芦。野果都熟了，我们今天把野果都收了，开始做果干和糖葫芦吧。一想到可以拿到县里去卖，我就干劲十足啊！说完，几个娃娃便热火朝天的干起来，包括秦淮今天也来帮忙了。哦，嘿嘿，半天时间，整整1块地的野果都被几个娃娃摘完了，放在田边，足足有几大筐。去做糖葫芦喽！可是我们家没有糖呀。我家有，去我家做吧。你去把四婶请过来。一行人来到厨房，刘氏从没做过糖葫芦，多多在团子的帮助下，给刘氏形容了糖葫芦的做法和口感。行，那我先试试吧。看着刘氏一直不敢下手，秦淮就在旁边说道：“四婶，你放心大胆的去做，糖管够。我曾见过手艺人把糖水融化后，再把果子上面裹上糖水，冷却后就成了糖葫芦。”刘氏将信将疑，按照秦淮所说的试了一次。第一次熬糖的时间太久了，导致糖都熬得焦糊，裹上去后果子也被烫熟了。但是孩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四婶，你这糖葫芦做的也太好吃了。是呀是呀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葫芦。你不是第一次吃糖葫芦吗？怎么就是吃过最好吃的了？哎呀，反正就是最好吃的。太棒了，阿娘做的好好吃哦，我们可以去摆摊啦，一定特别多的人买。刘氏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在拍自己马屁，第一次做没怎么做好，第二次做的时候熬煮的时间不够，裹上去的糖浆还有颗粒。孩子们纷纷表示没有第一次做的口感好，但仍然很好吃。你们这些小精灵鬼就是想多吃几颗。小怀啊，要不就别做了，我没做过，这也太糟蹋糖了。四婶没关系的，你放心做，你看多多也喜欢吃的。有了秦淮的话，刘氏又连着做了4、5次，终于做出了晶莹剔透的糖葫芦。之前那些失败的，孩子们毫无心理负担就能吃下，可现在看到这样完完整整、格外漂亮的糖葫芦，他们反而不敢下嘴了。你们怎么不吃了？吃的太多，有些饱了，这些先留着吧。太甜啦，太甜啦，多多的舌头都没感觉了。你们要做糖葫芦去卖吗？我可以参加吗？你们出果子，四婶出技术，我就负责出糖，再让谁去卖，然后我们再分成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东西真能卖出去吗？当然能卖啊！我们家小公子见多识广，我们这糖葫芦做的不比外面的差了。公子既然说合作，就一定能卖。那就听阿怀的。好耶好耶，卖糖葫芦喽！第二天一早，王大郎就带着3娃、4娃、5娃和多多来到南河镇。王老太还偷偷让王传满跟在了几个娃娃身后。这些压坏的你们就吃掉吧。给妹妹吃吧，我们不吃了。多多现在不饿呀，
如果有人要来买的话，就给他们尝一尝。对，我们可以给人尝一尝。还是妹妹聪明，怪不得连林老先生都夸你呢。你们这果子是自己种出来的吗？我怎么瞧着跟外面的野果差不多呢？怕是不会有人买。你们若是想把这个卖出去，有点不太可能，还是早点回去换一种东西来卖吧。大叔叔，我们家果子很好吃的哦。这是我和哥哥们一起种的，你尝一尝呀。已经做好准备被酸到的大叔接过果子，把那红彤彤的果子随便擦了擦便放进嘴里。周边几个摊子的人都盯着大叔，主要是想看看他被酸的样子。这也太好吃了！菜牛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酸？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这种果子，这个看起来比平时吃的那种大一圈，但估计也是酸的吧？太好吃了！这果子一点也不酸，甚至还甜得很，跟家里的糖差不多。菜牛，你和这几个孩子是亲戚吧？在这里给大家演戏呢，做戏给我们看也没用，我们是没人买这个果子的。谁稀罕你们买不买？我做什么戏呀？我一天吃饱了撑的吗？你们不买就算了，我吃过了是甜的，我就要买。他为了证明自己真的会买，菜牛就问那几个孩子：“你们这野果多少钱？1文钱。”菜牛大叔叔，我们这个1文钱5个。你是第一个买我们家的果子，我们多送你1个。那好，我就先买1文钱的。哇，开张了耶！好开心呀，我们帮阿奶赚钱了。菜牛，你还真买啊？叔叔姨姨，多多也给你们尝尝啊，不要钱的。多多说完，几个哥哥心领神会，赶紧给其他摊主发果子。摊主们不好推辞这么可爱的娃娃，都纷纷接过果子尝尝。太爽了！确实好吃啊，我也买点回去给家里娃娃尝尝。不一会，旁边摆摊的摊主们都陆续来买了娃娃们的果子。卖冰糖葫芦，卖冰糖葫芦喽！又甜又好吃的冰糖葫芦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男子吃了更强壮，女子吃了笑容甜，娃娃吃了长得高，老人吃了更长寿。大叔叔，买个冰糖葫芦给家里的娃娃吗？原本菜牛买了5个果子后，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。可是后来没什么人过来买，尤其是一看到3文钱一串的价格，根本问都不问就走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南河镇唯一的酒楼里，一位公子打扮的人慢慢走出酒楼。他约莫15、16岁的年纪。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这个南河镇比较小，整个镇上只有3条街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主街，另外还有2条街都是卖其他不入眼的东西，公子也不必去看。另外2条街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公子，这边确实没什么好玩的，不如我们早些回去吧。回去做什么？走，去那边看看。此时多多他们的叫卖声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，其中一个就是卖糖葫芦的。你们这不是在扰乱糖葫芦的市场吗？这做的是什么玩意？那能入口吗？还卖的那么贵？哼，我们卖的可比你那个好吃多了。你这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你这东西要是能好吃，我今天就在这里倒爬着走。如果他们的东西真比你那个好吃，你真会倒爬着走吗？我唐老三说话算话。果然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只见富家小公子吩咐身边仆人将两边的糖葫芦都买下，准备让大家来评评谁家的更好吃。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围了过来。你怎么多管闲事啊？我只是在主持正义，而且我也不占你们谁。要是那个小姑娘他们家的糖葫芦更好吃，你就倒爬着走。要是你家的更好吃的话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喂，这是哪家的贵人？怎么这么有眼光？比就比嘛，我这做了20几年的糖葫芦，没有人比我更懂糖葫芦了。比就比，我们的糖葫芦可是妹妹种的野果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甜。就是，
我们的糖葫芦可甜可好吃了。那好，两边没问题，我们就正式开始。Round 1， 来了，糖葫芦比赛正式开始了。第一位评委上场，他先走到了唐老三这边，他吃了，现在他看起来非常平静。不好，他居然吐了。I am sorry， 你这个太酸了，唐老三出师不利啊！现在我们来看看1号评委对多多这边的反应如何。他居然在笑，看来他很满意。不对，他又哭了，但好像是幸福的泪水。妈呀，这也太好吃了！显而易见，这第一局是多多队完胜。Round 2， 现在轮到我们2号评委出场，看看我们的2号小姐姐，一看就是一名妥妥的吃货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唐三叔的糖葫芦，我是从小吃到大的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我小时候最爱吃了。不错，果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看来小姐姐作为资深吃货的包容度还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再来看看多多这边的试吃情况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原来甜甜的糖葫芦也可以这么好吃，难道这才是糖葫芦正确的打开方式？沦陷了，他居然沦陷了！这一局的比试同样没有悬念，我们2号小姐姐同样被多多队所征服。现在的比分是2比0。Round 3，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的3号评委小明同学。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孩子的反应是不会撒谎的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3号评委他开始了，他先吃了唐老三队的。Oh no！ 未成年人不做选择，他2个都要，但好像明显唐老三这边连送给小明同学他都不要。好酸，不好吃。这个好好吃，好甜呀！结果没有任何悬念，现在的比分是3比0。毫无疑问，此次的糖葫芦大比拼，多多队完全碾压获胜。我唐老三说话算话，愿赌服输。话音刚落，他直接朝地上一趴，打算来个倒爬走路。这位大叔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唐老三说话算话，不会因为自己输了就赖账。大哥哥，我们赢了，可以不让大叔叔爬吗？地上好脏哒。我无所谓，你们觉得可以不用就不用。刚才我加了10两银子做彩头，既然是你们赢了，那10两银子就给你们吧。哎，这个好重呀！大哥哥，这个是我喜欢吃的果子，送给你。我叫多多，大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姓慕容，单名一个润字，你可记好喽？多多记住了。慕容润大哥哥，你的名字好特别呀，就是有点点长，我就叫你慕容哥哥吧。都可以，我们走吧。这是啥呀？你们卖什么东西了？是捡到黄金卖了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王大郎不敢隐瞒，1五1十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大家。大家听完后，老王家的人都张大了嘴巴，久久合不拢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多钱，你们这一趟就挣了10几两银子，都比得上我们家1年的进项了。大哥去镇上做工的时候，累死累活的干一天，也挣不到100文钱吧？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，但你在这个时候说出来，就有点伤害我了。几个娃娃第一次做生意成功后，也给了他们极大的自信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又继续研究糖葫芦。这次几个娃娃都在给刘氏打下手，想要认真学习到底是怎么做成的。嘿嘿，我这永远也不怕会失业了，以后我还能去卖糖葫芦。五哥哥，你以前不是想去当将军的吗？后来阿奶又让你去考科举，
说好了要拿个秀才回来的，你这辈子都做不成将军了。反正糖葫芦你也肯定做不成了，阿奶是一定不会同意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再说了。过了2天，孩子们又带着冰糖葫芦出发了。这一次已经有许多人都在等着他们，尤其是上次尝过冰糖葫芦的人，现在都想要再买上一根。不一会，这次带的80根糖葫芦就卖完了。你们这速度可真快呀！摊子摆出来还没多久，居然直接就卖光了。你们可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呀！你们总算来了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叔叔，是慕容哥哥找我们吗？事情还要说到2天前，慕容润拿到糖葫芦和多多给的野果后，不经意竟被惊艳到。此次出门游历就是要给祖父寻找特别的食物，多多的野果正好符合他的心意。卖完了糖葫芦，多多一行人就跟着慕容润的仆人来到县城客栈。慕容哥哥，你好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呀，我是专门回来找你的。啊，找我做什么呀？你是想吃冰糖葫芦吗？可是我们卖完了。糖葫芦的事情下次再说。我想问问你，前2天你给我的那个果子还有吗？还有呀，可是在家里的，明天给你带过来吧。我是打算买你们家这个果子的。你们家有多少？打算怎么卖？算了，你们有多少我就买多少。50两银子够不够？王大郎直接睁大了眼睛，他还没见过50两银子呢，甚至听都没听过这么大的数字。这果子培育应该不容易吧？算了，直接100两吧。这就是胡老先生说的银票吗？也没那么神奇嘛。最后，慕容润见多识广，3言2语就说服了他们，而且他们还约定好，第2天这个时辰再把那些果子送过来。有了第1次的经验，这次多多和哥哥早早就回了家，也受到了全家的热烈欢迎。怎么样，这次的也卖完了吗？是啊，都卖完了。这次做的80串糖葫芦，卖完能有240文，不错不错。阿奶，这个给你。上次那个给了银票的哥哥说要买多多种的果子。这人太奇怪了，上次给了10两，这次又给100两，说要买果子。什么？100两？多多，你告诉阿奶，是不是把果子送给那个哥哥了？是呀，慕容哥哥是好人，多多就想分果子给他吃。阿奶，多多是不是做错了呀？是不是不应该把果子给别人？没关系的，给了就给了吧。大家都散了，下次去县里我去，这事我来处理吧。第2天，王老太带着王传满、王传贵和多多雄赳赳气昂昂去了南河镇。不过2个时辰后，精灵就在空间里对多多说：宝，你阿奶太厉害了，这次又赚了一大笔，现在你的任务提升了一大截，还差200多两就完成了。嘿嘿嘿。只有王老太知道，那果子的价值可比大家以为的高多了。100两银子当然是不够的，一番包装后就多卖了100多两。慕容润也是财大气粗的，干脆成交，并约定以后还要购买，看得2个儿子目瞪口呆的。卖完果子后，王老太直接去找了中人。哎呦，您几位可算是来得巧了，现在这个天，来镇上买房子的可不多哦，好房子都还留着呢，保管让你们满意。娘，你这是要在县里买房子吗？其实王老太心里早有了盘算，一直待在村上种地也不是个事，总得让他们出去。村里没有学堂，但镇上有，趁着现在家里有钱，早早先把房子买好，让孩子们好好去上学，那才是正经事。都有哪些房子？你带我去看看。
中介也看出了老太太是个干净利落的人，也不多说，直接出门带着几人就去看房子了。在看了3、4间以后，王老太果断以150两的价格买了一套3进院的大宅子。王传贵以为买完房子看完学堂就该回家了，结果王老太一转又去了南河大街。娘，是还要买东西吗？还要买什么？儿子去买吧。您走了这么久，腿脚怕是累了吧？怎么，觉得你老娘拖你后腿了？不爱跟就别跟着，自己一边待着去。儿子不是这意思，儿子是怕你累着呀。累不着我，还没到老娘休息的时候。街上大部分铺子开着，也有一部分铺子关着门，门上还贴着转让的告示。王老太看了半天，娘，您在看什么呢？跟儿子说说，儿子也来帮忙参详参详。阿奶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是门上的这些字吗？阿奶在看这里有没有合适的铺子，给多多买个铺子，好不好呀？娘，你待人的区别要不要这么明显？买铺子做什么呀？我们不是有新的房子了吗？铺子是做生意用的，以后你们卖糖葫芦就可以在铺子里卖了。娘，咱家的钱还够吗？放心，养你这么个废物还是够的。我以前真是废物的时候，您可从来没这么骂过我啊。半个时辰后，王老太终于看中了一个铺子。铺子以前是卖杂货的，里面的货柜都还在，主要还便宜。娘，我们今天的运气着实不错呀。你应该想想，我们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气好的？这福气是多多给的，你这个当叔叔的可千万不能小气。娘，我晓得了。林家村这边，老王家买房买铺子的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村里传开了。众人前来贺喜时，多多已经蹦蹦跳跳去了秦淮家。阿佑哥哥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搬家。阿佑哥哥，你也要搬家呀？你要搬去哪里呀？去镇上，林大夫说镇上景色美，适宜养病。秦淮毫不脸红的撒谎道。此时正在倒药的林大夫忽然狠狠打了一个喷嚏。又是谁在念叨我呢？房子呢？世甲有些尴尬，谁知道秦淮昨天一听说老王家的人要搬家，当即就表示自己也要跟着搬，一时半会儿的去哪找到合适的房子？公子先在这将就一晚，明天我再找几个中人问问。不许告诉多多，连房子都买不到，丢脸呀！我们还有多少钱？这些年夫人和其他人给的，属下都给公子收着的，买个10几栋房子应当还够。笔墨伺候。半个月后，一位美妇人收到一封信，上面只有简短的几个字：囊中羞涩，盼云。这是去哪了？把那么多钱都用完了。老王家的房子在南河大街和南河二街中间，距离他们的铺子约有半刻钟的路程。多多一踏进院子，就被小羊扑了个满怀，手上的水果咕咚一下滚在地上。小羊，我要生气喽！多多说着，小羊也还没来得及去捡水果，突然跑过来什么东西，一溜烟的就把那果子抢走，转瞬就不见了踪迹。我的果子是侧灵宝鼠，多多，快让人抓住它！它正躲在老鼠洞里啃你的果子呢！哼！多多没去喊家里的大人，而是一把扯住旁边的王五郎。五哥哥，五哥哥，我们去捉什么呀？哎，院子里的草还没扯完，等下阿奶看见了，肯定又得骂我。阿奶不会骂人的。呀！阿奶是不会骂你，但她会骂我。最后，王五郎还是拗不过多多，被他扯着去搞什么东西。两人最后蹲在了一个老鼠洞边，王五郎都想翻白眼了。多多，虽然我知道在你心里，五哥哥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可是已经钻进老鼠洞里的老鼠，我是真没办法捉出来的呀。不是的。不是什么呀？
五哥哥在我心里不是最厉害的人哦，是贾叔叔才是最厉害的。你其实可以不用说出来的。此时王三郎路过，看见两人蹲在老鼠洞边，就问他们在做什么。你这当哥哥的怎么回事？妹妹想要什么，你就给她找呀。你五哥不行，还是来看三哥的。好呀好呀，谢谢三哥哥，三哥哥最好了。王三郎被妹妹甜甜的赞美给吹得找不到北，于是他拿着个枯树枝在那里掏啊掏，结果掏了半天什么也没。三哥，你这也不行啊，还在那里说什么大话，简直是要笑死我。因为笑声实在太夸张，又吸引来了好几个兄弟，最后一群人都围在了老鼠洞边。他们尝试往洞里面灌水，又用打火石点燃了枯枝往里面熏烟，结果洞里都是没有任何反应。哈哈哈！你们要找老鼠，就去拿个锄头，沿着这个洞慢慢挖，老鼠就藏在里面。哦。最后，王大郎和王二郎拿来2个锄头，他们负责挖，其他几个小子就在旁边守着。等那老鼠一出来，就立刻能捉住。他们挖了大约2刻钟，就听见了一阵吱吱吱的声音。还真的是在这里！众人一听这声音就兴奋了，哼哧哼哧，挖得更加卖力，连手酸都顾不上。终于挖到最后，他们看见洞里有个影子晃动，然后迅速窜了出来。快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千万别再让他跑了！王家几个孩子跑来跑去，那测灵宝鼠被这阵仗吓坏了，最后干脆一溜烟朝着多多的方向跑去，一头栽进了小多多的怀里。多多小心，老鼠是会咬人的。多多，测灵宝鼠好像喜欢你哦，我直接帮你认主吧。有了这个测灵宝鼠，以后你们要去寻宝就很方便了。这个鼠鼠好乖好可爱，它不咬人的。哇，这个老鼠跟别的不一样耶，还怪可爱的。几个娃娃研究了一通，也没看出这只老鼠的其他过人之处。此时，大人们也围了过来。多多，这个老鼠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多多把他们发现测灵宝鼠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众人又去那洞口看，发现那里也就一个老鼠洞。王老太觉得那老鼠着实有些不凡，想着多多背后的守护神，便吩咐道：“把这个洞挖开。”王老太发话了，家人自然照做。没一会，洞就挖开了，里面果然另有乾坤。天哪，这是谁家在这里藏宝了？那老鼠莫不是藏宝鼠吧？洞里面有各种金骡子、银骡子堆了一堆，还有一些玉片，还有2个一看就是古董的碗，10余个玉镯子、金钗、银步摇，还有几个灰扑扑的石头。往年只在说书先生那里听过有这样的藏宝鼠存在，他会寻找世间的宝物，然后藏进自己的洞里。哈哈，今天我倒是见着了。妹妹，给我看看藏宝鼠。有了这藏宝鼠，那就让老鼠去给我们挣钱，然后我也不用学知识文化了，天天就在家躺平，这样就能一生无忧了，简直太爽了。王五郎都已经挠不到自己80岁的悠闲生活了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娘，这么多宝贝，你说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这是多多的福气，才找到这藏宝鼠。而且律法也规定了，房屋产出归主家所有，包括买卖过后，一旦签订了文书，除了约定好的那些内容，其他的都默认送给买主。把这些收起来，然后再仔细打扫看看。王老太让几个人把东西捡起来，然后又指挥大家继续干活。这下子，老王家人干活的热情更足了。还真就在其他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宝。这石头是做什么的呀？是原石，里头应该有玉。
败家娃娃，怎么敢把这东西往地上丢？四哥和三哥也在玩，多多的兜里还装了2个，你怎么不打他们？就知道欺负老实人，太过分了。精灵，原石的里面都有玉吗？原石里面不一定都有玉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而且品质也不一样。那我们捡到的这些有没有呢？这些都是有的呀。哇！多多和精灵说完，就把测灵宝石往王五郎的怀里一放，蹦蹦跳跳的跑开了。五哥哥帮忙抱抱，多多要上茅房。测灵宝鼠和王五郎2个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互相都有些嫌弃。你身上的毛真的不能剃下来融成金子吗？这人好可怕呀，居然想剃我的毛。小雀，你别误会，这是多多妹妹的。你是疯了吗？跟老鼠说完话又跟鸟说话，你真是要笑死我！你就不能当做没听见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老王家的孩子们本想把原石拆开看看，但王老太不准，把那些石头也全都收起来了。这些石头等你们成亲的时候，一人可以选1颗，至于选出来的是好是坏，就全凭你们自己的运气。于是大家都想起了王大郎，成亲最快的肯定是大哥了。搬到县城半个月后，王氏馒头店开张了，因为多多整天嚷嚷着要吃馒头，王老太最终决定还是开馒头店。你说这么大个铺子卖什么不好，居然要卖馒头，这不是等着血亏吗？是啊，馒头能挣几个钱呢？简直就是浪费那么好的铺面。此时多多坐在店门口的桌子旁边，手里捧着一个脑袋那么大的白面包，嗷呜的一口咬下去，满脸都是幸福感。刚刚还在说话的2人看了，都忍不住的吞了吞口水。这不就是个普通的馒头吗？这孩子怎么吃的那么香呢？难道真有什么不同之处？买一个吃吃看不就知道了。说完，2人赶紧去买了馒头。买完后，边吃边走的来到了多多身边。你们家的确实好吃，比别家的馒头特别。咦，这小女娃吃的糖葫芦好像也不错。多多坐在店门口的桌子边，一下吃馒头，隔一会儿再啃一口糖葫芦，吃得不亦乐乎。这糖葫芦多少钱一只呢？我们也买来试试看。这个3文钱1只，5文钱可以买2只哦。怎么卖的这么贵呢？大叔叔，我们家的糖葫芦味道是不一样的哦，特别甜，特别好吃的，一点也不酸哦，吃了还能长高哦，嘿嘿嘿。叔叔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吃了我们家的糖葫芦肯定会更好看的。这孩子看着就喜庆，讲话又好听，那我就买2串。那我们也买上一点。小掌柜的，你这糖葫芦吃了，要是长不高的话，我们能找你退钱吗？大人是长不高的。其他人见他慌里慌张的小模样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也纷纷围上来买了馒头和糖葫芦。还真别说，你们家的馒头和包子吃起来就是不一样，格外的甜，格外的软。原本我还怕新店做的不好吃，现在看来还真是不错，以后可以长期在他们家吃。不知不觉，王家搬到县里已经1个月了，馒头铺的生意也越来越好，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，特别是多多。可意外的是，总是那么突然。多多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阿佑哥哥，你说吧。我要走了。你去哪里呀？是要去逛街吗？我要回家了。这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多多看到秦淮略显无奈的眼神，忽然明白了过来。
只觉得鼻子一酸。你要回自己的家了吗？阿佑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走？是不是这里不好呀？是不是我做的不好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里很好，你也很好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或许现在早已经入土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？我有自己的事要做，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了。呵呵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可不要忘了我，不然我是会很伤心的。多多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这次要是让阿佑哥哥走，他们或许要很久很久才能见面。阿佑哥哥，可以不走吗？我要回去见我阿娘，因为我的阿娘生病了，她病得很严重，可能快死了。一说起生病，多多就想起自己空间里还有可以治病的东西，他想留一些东西给他的阿佑哥哥，让他带回去给阿娘治病。阿佑哥哥，你先闭上眼睛，我要送你一些东西。秦淮点点头，当即就闭上了眼睛。然后多多就从空间里先是拿出一个水壶，然后又拿了2个葫芦，接着是2个琉璃瓶，可以依稀看见里面的液体。好啦，可以睁开眼睛啦。这个是可以治病的，这个水壶里的喝多了会拉肚子，但是流血了可以喝。这个可以让脑袋变得好一点，这个可以让骨头再长起来。秦淮睁开眼，看见桌上的东西，并没有太惊讶。他非常聪明，这段时间他已大致猜到多多的情况，所以也是因为多多，他才活到了今天。现在3个月期限已到，他既然还活着，就必须回去了。这些东西你有给别人看过吗？怎么啦？这些东西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你也不能在别人面前拿出这些来。知道了，阿奶说过啦。可你是阿佑哥哥，不是别人。你送我这么多东西，我也没什么东西好送你的，就把这个送给你吧。我也不知道要离开多久，家里还有一些仆人，你有时要让他们做事也可以。这个牌子就可以让他们听你的话。事情太急，秦淮又和多多说了一些话，就让赤甲把多多送回去了。当天晚上，多多哭了一通。王家人得知是因为秦淮要走。次日，刘氏带着几个娃娃来到秦淮家，现在家里只剩扮成下人的暗卫了。赤先生怎么这就走了？一个招呼都没打，那我们以后的武术可怎么办呀？正在院子里扫地的赤丁听到这话，慢吞吞的走了过来。那有什么？他走了，其他人也能教。那还有谁教？你就是见识太少，对外面的人不太了解。就赤甲那种水平，在我们这儿看大门也就刚刚好。这一下不仅是王五郎，其他人也都一脸不相信，包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刘氏，都带着怀疑的眼神。你给他们表演表演。你装叉的时候能不能别带上我？不要为难蛇叔叔了。赤蛇无语抖了抖身上的衣服，一把抢过赤丁手中的扫把，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他右脚轻轻一踢，就把扫把头给踢飞了，剩下一截扫棍。他拿着棍子左打右打，脚尖一顶就飞上了屋顶，在屋子上把扫棍转动。表演过后，赤蛇将扫棍往地上一扔，那扫棍直插入地，尾端颤颤作响。蛇叔叔好厉害呀！就比较一般，不然也不能来看大门。兄弟，你这装的也太过了吧！蛇先生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我这水平不入眼，还是让我们这扫地的去吧。他才是我们村里最厉害的，不然也轮不上扫地的活。孩子们的目光跟向日葵追着太阳一样转向了赤丁。赤丁无语，于是他只能含泪表演一段看起来更高难度的炫技。于是赤丁就正式接管了赤甲的徒弟们，开始教导他们武术。今夜的秦淮又失眠了，他想起了多多，只有在林家村的时候，秦淮才觉得他真正活。
那里的村民们十分朴实，看见他身体弱，但也不会把他当个瓷娃娃一样供起来。平时有些小事情也会请他帮忙。后来到了南河镇，那里天天都是很热闹的。即便他买了栋大院子，虚日时也能听见外面人声鼎沸，并不像这永国公府大得很，走路都要走上半天才能穿越一个来回。地方是很大，可人心却变得格外小。多多现在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？是在跟小伙伴一起读书，还是在院子里摘花呢？阿佑哥哥，以后我练好武功了，就带你行侠仗义。有人欺负你，我帮你打跑坏蛋。想到这里，秦淮彻底睡不住了，直接爬起来就跑到院子里去练武功。从现在开始加练，直到我练好轻功为止。公子倒也不必这么拼命，咱们已经回到永国公府了，这安全保障可是非常足的。你去将书房内的论国册给我拿来。我得文武双全才行，要不我去考个状元回来试试。嘿嘿，以后让多多当状元娘子，她肯定高兴。时间一转眼就到春耕收获的时节，整个林家村别说是老王家的良田，就是村里人的次等田，1亩地也打下了2、3担粮食，这在往年可是良田都达不到的量。最开心的莫过于周寡妇等人，他们租了老王家的地，用的也是老王家提供的粮，那直接是7、8担粮打下来。一时间，那些选择自己种粮的都悔不当初。早知道我们就该相信老王家，也不至于少那么多粮食。幸好咱们家也算是丰收了，不然指不定我嫉妒的得去偷粮食了。可不是嘛，你看老王家他们种出来的粮食，白生生的，闻着就香。咱们去交税就用普通的粮食，再卖了自家粮食去买点老王家的，想必会好吃不少。以前就怕粮食做的好吃了，家里那么大的几张嘴，人娃娃吃几口那可真是心疼。现在丰收了也不追着孩子们了，让他们吃个饱吧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，不仅是水稻，还有各种豆子，一颗比一颗大不说，那香味还十分浓郁。林家村一片喜气洋洋，可林村长却要给大家泼冷水。你们可别傻乎乎的把自家的粮食拿出去。为啥不能拿出去？我还准备给媳妇娘家送一袋过去呢。你们且出去打听打听，现在各村收出来的粮食都是怎样的？我们村的粮食又是如何？山阳村的事可别忘了。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，若是所有村庄都是这般丰收，那还好；但只有我们村丰收，那就得要低调。你们想想，我们村为何会有这般造化？是因为老王家吧？我倒是觉得是老王家的小福星，你们没发现吗？自从多多来了以后，咱们村可是越走越好。是啊，你看老王家原本穷得叮当响，现在在镇上不仅有房子，还有铺子，而且今年他们家是丰收最大的。有些事情要懂得糊涂，莫要出头，要懂中庸之道，闷声发大财的道理，想必你们不必我教了吧？与此同时，老王家也在讨论这个话题。娘，这批粮种是真的好，咱们打下来的粮食也能当粮种了，日后也不必再去镇上买粮种了，就这个种下去，年年都能丰收啊。丰收是好事，但也是坏事。笋子要出头，都是刚刚好才妥的，冒得太过容易断，还没有价值。娘，咱们总不能因为粮食种得太好，就不出去卖粮食吧？你们直到现在都还是一群蠢蛋子，简直是无药可救。都没想到办法吗？在自家这里不能卖，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卖吗？老四，天凉了，你也该上路了。娘不会因为是没找到地方卖粮食，要把我赶出门去吧？平时我说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了吗？娘，
你是想让我把村里的粮食都运到周掌柜那里去卖？总算不是无药可救。老王一家商量好后，就来到了村长家商议卖粮的事。林村长他们正愁着呢，听说老王家要收购粮食，林村长倒是惊了。你们家还有这么多钱吗？我们卖给周掌柜，他是个厚道人，他先给了我们一笔钱。咱们村现在丰收了，这些粮食不好直接在本地卖，我们就想着运到别处去，再让周掌柜遮掩遮掩，这事也就成了。那个周掌柜可靠吗？我们家救过他的命。嘿嘿嘿，那倒是可以。粮食王家人愿意帮着卖，村里人自然是愿意的，说干就干。不多久，第一批粮食就装好车了。就这么让他们去运粮食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咱们要不要再去镖局雇2个镖师？50担粮食，全部按照1两银子1担收的，本价50两，镖利要45两。呀，不成，这也太贵了。丁叔叔，那些镖师叔叔很厉害吗？也就一般般吧。镖师会比赤甲先生还厉害吗？旁边的赤蛇听到后冷笑一声。赤甲虽然一般般，但也不是那些镖师能比的。那跟你们比呢？当然更比不上了。好，那就请你们押镖。这样吧，你们2个人出来，跟着我们家老四走一趟，每个人包吃包住，还给2两银子，这不比你们去地里抢收粮食来的多？怎么样？我们丁叔叔、蛇叔叔，拜托你们了。好吧。转眼之间又到了8月15。之前托路游去调查多多的身世，得知今日是多多的生辰，所以王家人准备给多多过第1个生辰。于是多多早几日便告诉了先生和同窗。今日的王家格外热闹。此时多多的面前有一大碗长寿面，对面同窗的文文和杨柳等人眼巴巴望着他面前的长寿面。哇，多多你这碗长寿面好香啊！是啊，不知为何，多多你这碗面和我以前过生辰时吃的不一样。因为是二婶婶做的呀，二婶婶的手艺可好了。等今年我过生辰的时候，也要二婶给我做。多多看着大家期待的眼神，拿起桌上的碗，将一大碗长寿面分成了7、8份。不过一会，所有娃娃就将长寿面一扫而空。多多，你们家的长寿面真好吃呀！等我过生辰的时候，我可以来你们家做长寿面吗？好的呀，我要先问问阿娘和二婶婶，因为我不会做，要看看她愿不愿意。你放心，不会让他们白做的，我可以给钱，我有钱的。那我也要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长寿面，我觉得吃了这个长寿面，我一定可以真的长寿。那等我跟阿娘和阿奶他们说了，再告诉你们消息。原本多多觉得自己吃完长寿面就没有肚子再去吃月饼了，现在和大家分了面，那月饼自然也就能空出肚子来吃。今年的月饼是按多多的意思做的哦，有5仁的、豆沙的、蛋黄的、云腿的、草莓酱的。二婶婶巴巴的说了好多种口味的月饼，娃娃们越听脸上的表情越离谱。这啥玩意啊？前面的2个还算是常规的，后面的那一串都是个啥？五哥哥，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呀？那些能好吃吗？很好吃的。五哥哥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呀，没有啦。那你给五哥哥来一个草莓酱口味的试试。好的。对不起哦，五哥哥，多多也不知道哪个是草莓酱口味的。嘿嘿嘿，就很离谱。那还让我选，那我就随便挑一个啦。不过也很开心，今天妹妹让我先吃。哎呦我去！
这是什么月饼啊？王五郎再次挑选了一个月饼，这次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，直接用手掰开。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。我的鞋子呀！这下阿奶又要揍我了。看着王五郎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其他娃娃看着手中的月饼也迟迟不敢下口。是月饼坏了吧？怎么还拉肚子了？这是精灵告诉多多的新配方。大家不喜欢多多的新月饼吗？没有了，我是想放凉了再吃。如果大家担心，可以切开来吃呀，这样就不会像五哥哥一样弄得全身都是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月饼好好吃呀，我喜欢吃草莓馅的。我这个是蛋黄月饼，也很好吃哦。哎呀，我的是豆沙的，这次终于没有意外了，好好吃呀！喜欢吃就好啦，还有好多哒，大家慢慢吃，可以吃到月姐姐睡觉哦。为什么叫月姐姐呀？因为阿奶说，在月亮上面住着一位嫦娥姐姐。多多干脆给他们讲起了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小伙伴们也听得津津有味的。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大人们慢慢应酬完，也要各自领着孩子们回家。多多也有些困了。看来我们家多多是不想拆礼物了啊！居然忘了要拆礼物了。一大堆的礼物堆在他的小房间，因为多多已经5岁，大人们就商议着让他开始学着自己睡。哇，有好多好多的礼物呀！这些礼物大多都是孩子用的小玩意儿，一些珠花头花，还有的是孩子穿的绣鞋。现在几个哥哥看了一屋子的礼物，眼里都馋了。去年我过生辰，家里正好没粮食，还是阿奶换了一个鸡蛋给我当的礼物。五哥哥，我也用不完，这些分给你。这都是女孩子用的，我可用不上。妹妹，你就收起来吧，这1年才能收上一次呢。五郎说的话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是呀，得了礼物就高兴，没有礼物也没什么的。嘿嘿，阿奶说了，今年我们都能过生辰呢。几人正说着话，士丁的声音忽然在外面响起：“多多。”丁先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小公子给你的生辰礼物，从万宁城那边运过来的。多多想阿佑哥哥了，要是阿佑哥哥能回来就好了。公子也想多多了，他说你是他唯一的朋友，怕你会忘记他，所以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呢。到他生辰的时候，希望多多也给公子礼物。那我就收下了。等阿佑哥哥生辰的时候，多多也给他很多礼物。士丁他们送完东西就走了，几个娃娃就直接在院子里开箱子看礼物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衣服呀！这个簪子也好漂亮，太羡慕多多了。光秦淮就送了这么多东西给多多。这些是阿佑哥哥专门送给我的，所以不能送给哥哥们哦。等我发了新的月钱，我再给哥哥们买礼物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多多说话算话哦。看来妹妹很喜欢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，那我以后也要多攒一点钱给妹妹买，免得妹妹被外面人给骗走了。多多过完生辰后，王家更加的顺风顺水。1个月转眼过去，多多身边多了个小丫鬟汤圆。多多，你都好久没有做任务了，你要不要做任务呀？这样才能更快的升级空间。我们要做什么任务呀？就是收集20种本地能够种植的作物，并且将其优化。收集任务比较简单，只需要将种子移植到空间里，等到种子稳定过后再拿出来。是随便哪些都可以吗？不是呀，要去找一些好种植的作物，以后大范围的种植，这样大家都不会饿肚子了。
汤圆姐姐就很瘦，而且她总是只吃一点点东西，是不是因为家里的粮食不够呀？那我们得多找一点粮食。村里的稻种、小麦、黄豆、蚕豆、豌豆这些都已经优化过了，最好再找其他的，免得浪费机会。精灵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做任务的。到时候大家都能吃得饱，大家有钱了都来我们老王家吃小包子，那以后我就能吃到更多的馒头了。小崽子的追求还是这么高。多多确定了目标后，心里斗志昂扬的，他当即就背着小手要去粮油铺。小姐，你是要去哪呀？等我跟老夫人说说。我去粮油铺，汤圆姐姐我们一起去。粮油铺最近上了一种新的大米，铺子也是格外的热闹。这是南方产的大米吧？往常没见过，可真好看。这贵也就贵点了，但是昨个我买了1斗米回去，一半煮了干饭，一半煮了稀饭，没一会儿全都给吃光了。咱家里那几口人个个都挑食来着，可见这大米却有不同之处。可不是吗？我那瘫痪在床的老娘这几日都吃不下东西，可我用这个大米熬了粥，她连吃了2碗呢。说起来，我觉得这价格还算公道，谁家买米不得花些钱？小姐，你想买什么呀？这里人太多了，我去帮你买。等这些叔叔婶婶走了再买吧。他看见大家都在抢着买大米，但这些还没有他们村里种出来的好。哟，这不是多多吗？你怎么在这呀？掌柜叔叔，多多已经5岁了，不可以摸我的脑袋喽，会长不高大。来，叔叔请你吃糖。你去别的地方玩，万一有人不小心把你撞倒就不好了。掌柜叔叔，我也是来买东西的。这是我自己种的果果，请你吃。那谢谢多多了，来看看你需要买些什么吧。店里的东西基本都用箩筐装好的，有一个案板上放着大大小小各种布袋子，袋子里面就装了各种的豆类。多多，你在找什么？叔叔给你找。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这些你全都要了吗？不是呀，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些，剩下的这些豆子全都要。每一种，我要这么多。每样要5斤啊。每样要5颗。你真是个人才。片刻之后，掌柜的帮多多包好这些种子，然后直接递给了多多，最后也没收多多的钱。掌柜叔叔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以后我的豆子种好了都给你卖。好啊，那我们可就说好了。多多买完种子，就和阿奶说了任务的事。王老太很快就帮着多多找齐了剩下的种子，然后带着多多就回村了。王老太回到村里，就直接来到了村长家。王家嫂子，有什么事啊？嘿嘿，是大郎的婚事吗？大郎的婚事后面再说，今天我要说的是下一季开春的良种。你们家还有更好的良种吗？因为王家的良种，他们过了一个丰收季节，现在地里的粮食都还长得郁郁葱葱的，眼看着又要丰收了。是有更好的，不过不是大家现在种的，是一些新的豆子，跟你们提一提，看你们愿不愿种，也不强求。是收成更好的良种吗？柱子媳妇，不是我想挑刺，就是之前村里穷怕了。我理解大家的想法。这么多年了，王家婶子也没让我们吃过亏，我相信婶子。这样，我们家除了租种的1亩地，另外再拿出6亩地，就种婶子说的新良种。租种的地就按规矩来，我们自己的地就按照良种的价格买，你看怎么样？当然可以。咱们都是10多年的邻里了，
即便不放心别人，也不会不放心王家婶子。我们也按村长媳妇的来。多少价？婶子你说个数，我们绝不含糊。你们也知道，良种和普通的粮食价格肯定是不同的。那些良种也是我让家里孩子千辛万苦去寻摸的，费时费力不说，也耗费了些钱财，当然也只是成本价，目的还是想让村里都更好。你们家老是那么忙，还要去寻摸良种，确实是太劳累了。婶子尽管说个价就是。良种的事不急，今天只是先提前跟你们透个气，回去再各家各户问问哪些家要的，我们也好准备起来。新良种算不得多便宜，我们也不敢囤多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婶子尽管去准备就是。其实村民们是打心底相信王家的，如果这次新良种全村普及，那林家村肯定会再次翻天覆地的变化。